我明明是天下第一的绝顶剑客，却偏要装作一个客栈跑腿。狗在边关小镇卖了10年阳春面，切菜从不用剑气，烧火只用破蒲扇。只因当初我即将见到大厂，准备去京城问鼎武林时，却被这坑爹系统告知我体内暗伤未愈，一旦动用真气就会爆体而亡，不能拔剑。直到这天，一名重伤的白衣女侠退进客栈，她正被几个大内高手死死追杀。至此，坑爹系统当即发布强制性任务，救下该女子，即可重塑经脉，恢复巅峰。我想也没想，抄起菜刀冲了出去。可当我刚踏出客栈门槛，系统竟直接抽干我全身的体力。就这样，说好的英雄救美，却变成我被吐血女侠护在身后。刀光剑影间，她为我挡下致命伤，鲜血染红了她圣洁的白裙。直到追兵误触我布下的杀阵，瞬间化为飞灰，连惨叫都没发出。女侠还没来得及吃惊，就已重伤昏迷。为了救她，我直接从系统要来保命神物，可没想到系统给的竟是九死连心玉。这玉佩化作2道流光，钻入我2眉心，将我的纯阳精气源源不断渡给她。就这样，纯情少年的我不仅跟她绑定了性命，还在昏迷中与她意识交融，感受到了彼此最深处的灵魂悸动。白衣女侠伤势痊愈后悠悠转醒，神色复杂的看了我一眼，便飞身离去，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我原以为与她今生无缘再见，谁知3年后，一位浑身是血的老瞎子闯进客栈，他怀里抱着一个粉雕玉琢的女娃，将她塞进我怀里，重重磕了个头，声称这是我的亲生骨肉。说完，老瞎子便咽了气。与此同时，万里之外的冰雪皇宫大殿内，一名长相绝美的冷傲女子端坐帝座，此人正是韩越皇朝当朝女帝苏清寒。3年前，她遭遇皇室叛乱，重伤逃亡边关，不料却遇到了一个无耻至极的混蛋，一身修为明明深不可测，却装成毫无修为的客栈伙计骗她，还用那古怪的玉佩锁住了她的命运。想到这里，苏清寒咬紧银牙，一股冻结天地的寒气不受控制散出。混蛋，若不是怕那群叛乱藩王暗算小灵儿，本帝才不会将女儿交给你这混蛋。待我踏平这3大叛乱藩王，本帝自会亲自接灵儿回家，到时定要你这混蛋付出代价。另一边，经过坑爹系统的扫描检测，这确实是我的亲生女儿。初为人父，我由衷的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可躺在我怀里的女童却不这么想。林灵儿今生为韩越女帝之女，而她的上一世却是一尊威震9天的星辰剑帝，号称碎星剑帝。在探索一处上古混沌遗迹时，不慎被4位先帝联手布阵暗算，最终寡不敌众，悲愤陨落在了遗迹深处。你们4个老狗给本帝等着，待我重回天界，定要将尔等抽筋拔骨，永生永世镇压在9幽之下。我看着女儿那咬牙切齿的凶狠眼神，还以为这小丫头是肚子饿了，连忙从系统空间拿出一瓶9天神黄血，当即就往林灵儿的嘴里喂去。还在回忆仇恨的林灵儿被吓了一跳，奈何现在是个婴儿，根本不会说话。凡人，你在干什么？你敢往本帝嘴里倒什么脏东西？当他困惑至极，满脸嫌弃时，只见奶瓶后浮现出一道远古神皇虚影。见多识广的碎星剑帝一眼便看出，这竟然是能生死人肉白骨的无上神物，当即啊吧啊吧的大口吞咽起来。看来他这个便宜爹爹很不简单啊！可为何在他身上感受不到半点真气？到了第2天，我发现自己的女儿非常奇怪，3岁不到的小娃娃，大半夜不睡觉，竟然盘腿打坐。我不禁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深深的疑惑。毕竟我穿越过来就狗在客栈，对于外界的修炼体系一窍不通，就连自己到底有多强都不清楚，一身绝世修为全靠系统签到得来。但是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只要我愿意，这方天地我一剑就能劈成2半。用系统的话来说，我已经达到了此界的战力天花板。目前我所处的世界不过是下界位面，只要我随意泄露一丝剑气，就会被天道法则强行排斥飞升，因为这方天地根本承受不住我的力量。而我是极其特殊的法外狂徒，系统送了我一件遮天蔽日长袍，能够完美隐藏我所有的气息。就在我发呆的这个时候，林灵儿双手捧着一块黑乎乎的铁片，一扭一扭地朝着我一路小跑过来。这铁片上记载的功法是真的吗？口齿不清的林灵儿嘴里咿咿呀呀，不知在激动地说些什么。我虽疑惑，但还是接过了女儿手里的铁片。这块垫桌角的铁片是我签到送的，名为万物寂灭剑诀。随即我笑着向女儿介绍道，这铁片是爹爹用来垫桌角的废铁，里面刻着些打发时间的小画册。小画册，本帝是在问你这剑诀是不是真的？越想越来气的林灵儿挥舞着小胖手，气呼呼地朝着我的脸颊拍去。但对我这种肉身无敌的人而言，只感觉跟棉花拂过没有任何区别。来，乖女儿，爹爹给你讲讲这铁片上的话。上面的小火柴人很有意思的。随后我指着铁片上那些晦涩的符文，恰好正是林灵儿最震惊的那一页，4个大字映入眼帘：碎星剑诀。乖女儿，你看这个画上的小人呢，就是曾经大名鼎鼎的碎星剑帝。剑法漂亮吗？林灵儿一双大眼睛瞪得滚圆。碎星剑帝出生于天界剑主，身怀先天万灵剑体，3000年前刚正到剑帝之位，就打得无数老牌强者跪地求饶。1000年前，混沌遗迹开启，碎星剑帝孤身一人闯入遗迹，却惨遭4位先帝联手偷袭，最后不敌身陨。看着铁片上这无比详细的记载，林灵儿幼小的身躯猛地一震，竟然全都是真的。我已经陨落了那么多年了吗？林灵儿小手颤抖着继续往下看，翻到了距离现在这个时间段最近的记录。玄黄剑帝1000年前联手3位先帝，击杀了风光一时的碎星剑帝，最终夺得了混沌遗迹的无上传承。看着画像上那个令他恨之入骨的面貌，林灵儿肉嘟嘟的小拳头死死握紧，一拳砸在了铁片上。顷刻之间，9天之上一道天罚雷劫凭空出现，甚至连客栈周围的天地都变得死寂。不好，先帝天威不可辱！天穹之上一道恐怖的紫色天雷直指灵儿。只听一道低沉的声音从我嘴中传出：滚！随着话音的落下，那不可一世的天雷竟吓得应声而碎。林灵儿心中闪过浓浓的错愕，方才那道雷劫明明是冲着他来的，虽然威力在天界看来很小，
但却是属于不敬先帝引起的天罚。可他这个毫无真气的便宜老爹，仅仅只凭一个字便让天罚崩塌消散。我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小脑袋，乖，爹爹再不怕打雷哦。就这样，短短3年时间过去，边关客栈里的父女俩过着世外桃源生活，而外界却是掀起了腥风血雨。韩越女帝苏清寒以强势无敌之姿镇压了3大叛乱藩王，短短3年便将版图重新一统。战后的皇朝百废待兴，皇朝内那些暗藏祸心的残余势力，还需要很长时间来慢慢清算。这与身处边关悠哉悠哉的我形成了鲜明对比。随即又过去了1个月，此时的我正站在客栈后院里，面前摆着一个古朴清脆的莲花座，莲座里放满了各种罕见的万年灵叶，是我费了好大力气才从山里挖出来。因为今天是女儿4岁的生日，同时还是她觉醒特殊体质的日子。刚刚结束打坐的玲儿一推开门，便看到自己的爹爹手里拿着干毛巾，后院正中间还摆着一个发光的莲座。女孩脸上不由得浮现出大大的问号：爹爹，你在做什么？今天不是你的生辰吗？为父在给你准备药浴洗澡。好家伙，用传说中的造化青莲来当洗澡盆，我看爹爹是想直接让我飞升吧。当然，这些话玲儿只敢在心里面吐槽。要知道他这一世的爹爹真的太离谱了。虽然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他拔剑，每天除了煮面就是晒太阳睡觉，但他知道他的便宜爹爹绝对是隐藏的绝世大盗。今天是他觉醒先天体质的日子，他本来还苦恼怎么去找觉醒材料。这一世他拥有着万古无一的混沌剑体，即便是他上一世的先天万灵剑体，都完全不能与现在的体质相比。但觉醒所需要的天地奇珍也极为不足。为了能够重回天界手刃仇人，无论如何他都要将这个无敌体质完美觉醒。只见被我当作澡盆的造化青莲中，一道极为强横的神圣气息喷涌而出。感受到这股恐怖气息后，玲儿小小的身形急忙倒退2步，是万古青龙的逆鳞气息。只见一道庞大的青龙虚影浮现在莲座之上，其散发的龙威令人不寒而栗。这一幕让玲儿震惊的无以复加。万古青龙一族极为高傲护短，哪怕是生死道消，也绝不允许外人染指半点龙鳞。而且最弱小的成年青龙也是仙王境界。可现在摆在他眼前的这枚逆鳞所散发的气息，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的仙王。难道说父亲是一位仙皇大能，乃至是凌驾众生之上的无上存在？他根本不敢再往深处去想了，实在太离谱太逆天了。看着女儿好像受到了巨大的惊吓，我连忙放下手中的干毛巾，来到了她小小的身旁，轻声细语地安抚起来，生怕女儿因为害怕不敢进莲座洗澡。宝贝，刚刚你看见的这条大青蛇，就是山里普通的一条野蛇精，不过这只是它留下的一点发光鳞片，别怕。说完，我便背过身向一旁走去。毕竟进入莲座药浴需要脱去衣物，女儿再小我也得避嫌。而玲儿在我背过身的那一刻，以最快的速度跳进了滚烫的造化青莲中。霎时间，边关上空风云骤变，万里晴空瞬间被乌云吞噬，数以万计的混沌神雷倾洒而下，整座边关小镇仿佛变成了人间炼狱。这是什么情况？为何方圆万里的天地灵气都往客栈汇聚？难不成有绝世神器降临人间？不少离得近的武林高手都察觉到了异样，可却无一人敢上前去查看分毫。毕竟他们眼睁睁看见一名宗师还未曾靠近100米便被雷威压得粉碎。与此同时，得到暗探消息的苏清寒立刻御空而来，身上5帝7重巅峰的境界毫无遮掩。他对任何出世的异宝都没有丝毫兴趣，只想安全地接他的灵儿回皇宫，以及杀了那个当年趁人之危的混蛋。可他殊不知，这场毁天灭地的异变就是他女儿引起的。就在他距离边关客栈不足10里时，3道阴冷的人影突然挡在了他的面前。女帝陛下，且慢！这3人乃是幽冥魔宗的3位太上长老，实力皆在5帝境5重左右。什么时候我们韩越皇朝的边境，你们幽冥魔宗的狗也敢来乱吠？在他强势镇压了3大叛乱藩王后，韩越皇朝便成为了周边最强的霸主势力。之所以说是明面上的最强，是因为修仙界隐藏的老怪物太多了，说不定哪个深山老林就藏着几个老阴兵。哈哈哈！女帝陛下说笑了，天降绝世异宝，自然是有缘者得之，何来归属一说？给本帝滚开！里面的机缘我没有丝毫兴趣，本帝只想进去接我女儿出来。他的话不仅是对着面前3个魔修说的，更是用真气传音给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强者。可这话此时又有谁能相信呢？如此恐怖气势的天地宝物降世，仅凭外围的威压便可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想必是与那传说中的上界仙道有关。人道渺渺，仙道茫茫，他们为了长生不得不殊死一搏。见4方无一人出声撤退，挡在面前的3名魔宗长老也没有让开的意思。苏清寒深知绝对不能再拖延下去，否则引来的闭关老怪只会越来越多。一柄散发着极寒之气的冰剑横扫而出，眼前的3位5帝强者直接被逼退100丈。本帝念你们修行不义，不杀你们，现在立刻给我滚出韩越国境！就在他再一次要冲进前方的边关小镇时，天穹之中传来一道极度嚣张的声音：女帝陛下果然霸气无双，只是这天下无主之宝，向来是有实力者居之。女帝陛下还是往后稍吧。只见苍穹之上，数十道5尊巅峰的恐怖气息接连涌出，而方才那个出言不逊说话之人，是一名背着血色狂刀的阴鸷男子。见到来人，苏清寒的眉头死死拧在了一起，连傲视刀宗的人都来插手了吗？而且还一次性出动了这么多死士。傲视刀宗大长老力狂刀5帝7重境界，继力狂刀走出虚空之后，隐藏在暗处的各大势力也都争先恐后浮出水面。短短片刻的功夫，光是5帝境后期的强者就高达4尊。看到眼下这种必死无疑的局面，苏清寒忍不住在心底懊恼自责起来。该死，当初走投无路就不该把灵儿交给那个混蛋。这时，一道魅惑十足的声音在众强者耳边响起：诸位老友，我们不如先结伴打进去如何？毕竟眼下找到异宝才是重中之重。见到来人，众强者眉毛一挑，露出忌惮。千幻妖骨、妖尊魅影，就这样汇聚一堂的5帝们达成短暂同盟，先杀进去确定宝物的具体位置，之后再各凭门派底蕴实力争夺。毕竟再等下去，谁也不敢保证会引来多少半步武神的怪物。而身居客栈后院的我，对于外界的包围情况自然是一览无余。这群最高不过5帝巅峰的小蝼蚁，根本引不起我拔剑的半点兴趣。因为对付他们，我最担心的其实是控制不住手上的力道，不小心一剑把这方世界给劈碎了。
不小心一剑把这方世界给劈碎了。可外界却有一件让我最心慌的事情，因为苏清寒那个冰山女人来了。回想自己当年被系统坑害绑定连心玉，确实有些像个趁人之危的小人。也就在我走神愧疚的这一刻，后院天地骤变，漫天黑云慢慢散去，一道七彩光柱从林灵儿的体内直冲云霄。苍穹之上，所有的雷劫云层尽数被这道光冲散。见此，我瞬间回过神来，望着造化青莲中犹如神明般的女儿，脸上尽显老父亲的骄傲与宠溺。不愧是我的女儿，生来就有无敌之姿。丁宿主请注意，女儿成功觉醒混沌剑体，系统终极隐藏任务完成，奖励先帝级功法万界星辰诀，获得无上神兵灭世诛仙剑。这部功法不用多说，听名字就知道肯定是给女儿量身定做的。但比起功法，我更感兴趣的则是这把灭世诛仙剑。诛仙剑乃是10万年前无极剑神的佩剑，当年无极剑神刚正到神位时，惨遭3位老牌神帝部下天罗地网围剿。然而无极剑神竟一人一剑将3位神帝尽数斩杀。此战过后，无极剑神之名响彻整个大千世界，而作为他佩剑的诛仙剑也被尊为万剑之祖。我仔细端详手中这把毫无光泽的铁剑，上面布满了铁锈，看起来就像烧火棍。返璞归真，大巧不工，这是我给这把剑的极高评价。爹爹，这是何物？听见耳边软糯娇憨的叫唤声，我立刻从把玩飞剑中回过神来。这是爹爹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之一，不过你现在太小了，还拿不动。说着，我将诛仙剑随意丢进柴房角落，从系统空间里拿出了万界星辰诀。乖女儿，这套小人书就是为父送你的生日礼物，你每天照着上面扭扭身子就行。闻言，林灵儿震惊且疑惑地问道：爹爹，我这个体质真的很强吗？竟然能和传说中的至高功法相匹配？对，强的离谱，这叫混沌剑体，可斩破世间一切虚妄法则。拥有此等体质的人，注定你此生万法不侵，机缘不断，任何修炼瓶颈在你面前都不复存在。听到这句话，林灵儿脸上狂喜的神色再也压抑不住。虽然她不懂老爹是怎么看出来的，但万法不侵这4个字代表着什么，她最清楚。倘若她上一世对剑道本源的感悟再深一点，又何必去寻那该死的混沌遗迹，也就不会再接受传承时死在卑鄙的围剿之下。就在林灵儿小心翼翼收起功法后，客栈庭院内一道白色的绝美身影从天而降，来人正是寒月皇朝女帝苏清寒。随着各路强者一起强行突入小镇之后，她便凭借着记忆中刻骨铭心的路线寻来。见到心心念念的女儿后，她一直冷傲的脸庞尽显慌乱与温热。好在她第一时间闪身到林灵儿身边，蹲下身子，红着眼眶轻声询问道：灵儿，你有没有受欺负？有没有哪里受伤？林灵儿看着面前满眼都是自己关心的女子，知道这是她这一世的亲生母亲，顿时一股从未有过的温暖感觉浮现在心里，很舒适，很亲切。娘亲，灵儿很好，没有受伤。她上一世虽出生于天界剑种，但年少时父母便为宗门战死，又因天赋出众被强行推举为剑宗圣女。可历代剑宗圣女都是断情绝爱的，因为这是剑种雷打不动的规矩，成为圣女者就不再拥有凡人的感情，所以上一世亲情这种奢侈的东西是她遥不可及的。听到女儿没事，苏清寒一直悬着的心方才重重落下。随即他用冰冷刺骨的余光瞥了一眼站在一旁手里还拿着干毛巾的我，冷声道：要是灵儿出了半点差池，我必定亲手活剐了你。对此我只能尴尬地摸了摸鼻子，连连摆手：不会的，绝对不会的。灵儿看着自己那个无敌老爹吃瘪的模样，一时之间竟觉得有些憋不住想笑。虽然不知道这两人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这一家3口重逢的画面看起来很是温暖。这时苏清寒似乎察觉到了女儿身上的异常气息，冰蓝色的瞳孔中突然闪过一道奇异光芒，这是寒月皇室秘传的洞明之眼，能看穿世间一切虚幻与体质本源。在3年前灵儿诞生之日，就曾引发过一次小规模的天地异象。通过洞明之眼，他当时只看到女儿体内有一股混沌气，比他生平所见的所有皇室天才加起来都要强。如今看来，这逆天的体质竟然已经被彻底激活了。想到这，苏清寒神色复杂地扫了我一眼，询问道：方才那毁天灭地的异象是因为灵儿引起的吗？是何种体质？混沌剑体，这体质厉害吗？天下无敌。二人就这样苏清寒问一句，我便老实答一句。回答完之后，院子里的空气就又回归了死一般的沉默。万般无奈之下，我只能将求救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宝贝女儿，示意她快帮老爹想个破冰的办法。可收到求救信号的灵儿大眼珠一转，直接回了一个爱莫能助的狡黠眼神，丢下一句：娘亲，您与爹爹慢慢叙旧，灵儿先去练功了。说完就迈着小短腿一溜烟跑回了房间。我见到自己这件漏风的小棉袄，竟然就这样没义气的丢下自己跑了，本能的想对当年连心玉的事道个歉。当年其实是个系统导致的意外，可这个外字还尚未说出口，苏清寒的身上便爆发出一道凌厉的杀气。你这无耻之徒还敢提当年？若不是他心系天下苍生，不愿滥杀无辜，不想因为自己连累一个边关的平民，他才不会拼死护住这个王八蛋，害得他自己身受重伤，命悬一线。却不曾想这王八蛋竟扮猪吃虎，在他重伤昏迷之时用邪术绑定了命骨，不仅夺了他的初吻，还乱了他的道心，真是罪该万死。可如今灵儿已经懂事，不能没有父亲。想到这，苏清寒心里的滔天杀气也渐渐淡了下去。他仔细端详了一眼我棱角分明的俊俏脸庞，抬起冰凉的玉手猛地捏住我的下巴，用不容任何人拒绝的霸道语气说道：你今天必须跟我回皇宫做我的皇父，做我的男人。什么？你让我堂堂地表最强的剑神去入赘当小白脸？我当即就要甩开他的手，言辞拒绝。可拒绝的话还没到嘴边，一道我最不想听到的坑爹声音在脑海中响起。丁发布神级选择：选择1，乖乖跟老婆回皇宫吃软饭，奖励解除修为封印，获得真正自由。选择2，言辞拒绝老婆的包养，惩罚被天道法则关进虚无大牢10万年。选择3，直接大打出手镇压老婆。
奖励剥夺所有修为，沦为凡人。我直接在脑海里打出3个大写的问号。系统，我星星你个大猩猩！就这样，我为了重获无敌的修为与自由，强忍着屈辱，保留了男人最后的一分底线。我选一。历经10年蛰伏，我终于能解除封印，彻底走出这破客栈，去会这个世界的巅峰强者了。很快，在苏清寒的铁腕护送下，我们一家3口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寒月皇城。而苏清寒直接在第2天早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强势封我为寒月皇朝的皇夫，封林灵儿为皇朝唯一的太女。众多权倾朝野的大臣虽对此面面相觑，可面对刚刚镇压叛乱、霸气侧漏的女帝，全都是敢怒不敢言，生怕被诛九族。最终百官都只能无奈的跪地叩首，臣等参见皇夫千岁。跪地叩首，臣等参见皇夫千岁，参见太女殿下。随后我便被丢给大内总管，开始熟悉后宫规矩。而苏清寒则和兵部尚书商量对敌国余孽的清剿。几个时辰后，朝堂中这件荒唐事就在整个北域传得沸沸扬扬。毕竟谁也想不到，一向冰清玉洁的女帝不仅多了一位吃软饭的皇夫，还凭空多了一位3岁半的太女。而我作为百姓眼里吃软饭的乡巴佬，此时正在御花园内享受众多宫女的震惊围观。皇夫长得好生俊俏啊，竟比那天下美男榜上的第一公子还要勾魂，难怪陛下会金屋藏娇。可就在这闲聊摸鱼的时刻，一道震耳欲聋的恐怖音道响彻在皇城上空。只见一道令得天地都剧烈颤抖的百丈血色刀芒在云层中疯狂凝聚，直指皇宫大殿。紧接着，数十道身穿血色长袍的身影踏空而立，其身上所散发而出的武帝气息令满城百姓绝望下落。我见此正在喝茶的动作猛地一顿，眼神瞬间变得冰冷刺骨，真是一群不知死活的苍蝇，敢在我解除封印册封皇夫的吉日来撒野。只见我连起身都懒得起，只是袖袍一挥，那股压得全城百姓都喘不过气来的刀意，瞬间就像是个屁一样消散的无影无踪。同时有2道刺眼的光芒从皇室祖地冲出，直奔半空中的血袍人而去。而等魔道妖孽休得放肆，我一眼便将那2名皇室老祖的气息识破，竟发现2人身上散发的气息皆是5帝8重，比苏清寒现在的境界都要高出1重。不过他们身上却环绕着一股浓郁的死气，证明这2人寿元将近，此生也就止步于此。也就在这转念之间，一名手握黑色古火的阴翳老者出现在众人面前。2个半截身子入土的老不死也敢在老夫面前狂言。来人正是傲视刀宗唯一存活在世的上代宗主血刀老祖5帝9重巅峰境界。而寒月皇朝本是拥有6名5帝后期的护国老祖，可在与3大藩王斗争中惨死了4个。而血刀老祖今日倾巢来此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寒月皇朝彻底在北域版图上抹除。在血刀老祖节的刺耳笑声中，皇城内突然有3000道身穿黑甲的身影倒戈杀出，这些全都是他早在10年前安插在御林军的案子。即使在3大藩王造反生死存亡之时，他也没有动用这批底牌将其暴露，为的就是在女帝最放松的今天给予致命一击。这3000多道身影，最弱的统领都是武王境界的强者，这将是他彻底磨灭寒月皇朝最后的一把尖刀。如果不是当初苏清寒以雷霆手段镇压藩王，打破了他原本想要坐收渔翁之利的计划，那么根本用不了3年，寒月皇朝必会被他兵不血刃的翻手覆灭。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皇宫大殿内，一身大红地袍的苏清寒手持冰剑踏空而出，绝代女帝的无敌风姿在此刻尽显无疑。一群阴沟里的魔道余孽而已，既然今天全都来了，就把命留下吧。说完，只见女帝身后一朵极寒冰帘骤然升空，其爆发出的冻结气势仿佛可封印整片天地。苏清寒，老夫承认，若是单打独斗确实压不住你，可老夫今日若是献祭掉这最后100年寿命，唤醒我刀宗的上古魔阵呢？说罢，血刀老祖一身蓬勃的生机开始迅速干瘪消散，而他手中那团黑色的古火却迎风暴涨，转眼间便化作一座遮天蔽日的万魂嗜血大阵，将苏清寒与2位老祖死困在阵眼之中。同时倒戈的黑甲军和保皇派将士血战在了一起。哈哈哈，苏清寒，今日这皇宫就是你的死期丧身之地，只可惜老夫不能亲眼见到你被吸干鲜血的那一幕。说完，血刀老祖最后的一丝生命气息也随风消散，但他那凄厉癫狂的笑声却依然回荡在天地间。傲视刀宗数十名5帝强者都在此时停下了攻击，即使会因此被反噬丧失部分本源寿命，但他们依然对着血刀老祖消散的方向狂热跪拜，恭送老宗主归天。我等势必用女帝之血完成霸业。寒月皇朝众将士见此，纷纷面露绝望动容。血刀老祖此人当真是不折不扣的疯子枭雄，若不是他寿元干涸急于求成，这皇城今天说不定真的会被他彻底颠覆。但对于这一幕，被困阵中的苏清寒却眉头紧锁，极为不解。此魔阵虽然阴毒强悍，但一时半刻还达不到能彻底灭杀他的地步。只要城外的秦王大军坚持到他破阵而出，那么这场蓄谋已久的叛乱就能迎来终结。这一点老奸巨猾的血刀老祖不可能想不到，可为何他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样做？就在苏清寒苦思冥想疑惑之际，皇城上方的苍穹突然被一道极致的剑光撕裂，只见一名身穿紫金蟒袍的青年踏空走出，受宗族老祖之托，前来向女帝借向上人头一用。说完，一道凌驾于众生之上的无敌剑气划破苍穹，带着毁灭法则如滔滔不绝的银河倾泻而下，仿佛这一剑落下，整座皇城再无活口可存。而正在全力抵抗阵法反噬的苏清寒已避无可避，那2位5帝8重的皇室老祖见此双目圆睁，毫不犹豫的燃烧神魂，爆发出回光返照的气势，欲要强行突围，以自己的残躯为女帝挡下这必杀的一剑。然而死守在阵外的刀宗5帝们又怎么会不懂痛打落水狗的道理？只要女帝一死，整个寒月皇朝便相当于群龙无首，彻底灭亡了。于是他们一个个疯狂燃烧精血，催动法宝阻拦，只为将这2位老祖拖延在阵内片刻。眼看那道毁灭剑气距离苏清寒不足3尺，就在全城子民以为女帝必死无疑，绝望闭眼时，我的身影如同鬼魅般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他身前。柴房里那把生锈的诛仙剑不知何
何时握在手中。袖剑只是一抹，其上瞬间爆发出的至高剑威，直接使那道毁灭剑气以一种众人根本无法理解的诡异角度倒卷溃散。受人之托就要来砍我老婆的头吗？既然你这么喜欢出剑，那我也受女儿之托出一剑。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可要接好了。话音未落，我随手挥出一道平平无奇，甚至没有光影的剑气，但整片皇城的虚空却在此刻犹如镜面般疯狂碎裂，法则崩塌，仿佛这方世界的天道都承受不住此剑的重量。下一刻，漫天血雨如决堤的洪流般从天穹上倾盆落下，大道哀鸣，天地悲歌。这是独属于武神境界大能陨落的天地异象。寒月皇朝内无数瘫软在地的武者见此，心里无不掀起惊涛骇浪，惊恐万分。那可是隐世古族叶家的绝世天骄叶无道，号称5000年来最有望冲击剑神之位的妖孽。传闻他出生之时便有万剑朝宗的意象，为了练成太上忘情剑法，亲手杀妻正道。可就是这样一位早已名震天下的半步武神，却被他们眼中那个吃软饭的乡巴佬皇帝用一把破铁剑连人带魂一剑给秒成了虚无，甚至连求饶和还手的一丝机会都没有。自叶无道惨死之后，这场刀宗蓄谋的叛乱便以一种极其荒诞的方式结束。而我一剑秒杀半步武神的恐怖战绩，犹如飓风般迅速传遍了整个大陆的每一个角落。从一名靠女人上位吃软饭的客栈伙计，摇身一变成了各方势力闻风丧胆的禁忌存在。与此同时，在极东之地的10万大山深处，隐士叶家的宗祠内一道承载着叶无道灵魂的金灯轰然炸裂，叶家当代家主叶通天一身伪神境的恐怖修为轰然爆发，掀翻了整座古老的大殿。是谁？到底是谁敢杀我叶家麒麟儿？给本座去查，哪怕翻遍9天10地，也要让他万劫不复。很快，叶无道陨落的具体情报便通过秘书传回了叶家。叶祠深处3位不知活了多久的活化石老祖，干枯的脸庞阴沉的几乎要滴出水来。叶无道啊，那可是他们叶家倾尽10代人底蕴培养的希望，是被天机阁批命最有可能劈开飞升之路的天骄。因为这方世界的天道法则早已残缺不全，已经足足有10万年无人能打破桎梏飞升上界。可就在1000年前，天机阁阁主曾以双目失明的代价降下预言，此界天道将崩，神路已断，唯有极致的剑道杀伐方可破局。当这方世界的天地灵气复苏到临界点，届时飞升之门便会短暂重聚。因此，叶家不惜一切代价用血祭之法培养叶无道，为的就是他能以无情剑道杀穿那条残酷的登天路，带领整个叶家举族飞升前往那永生不死的天界。可如今叶无道神魂俱灭，他们图谋了10万年的心血也随之付诸东流。寒月女帝的那个来历不明的皇夫，那就让老夫亲自出山去会会这个艺术。说话之人名为叶狂人，乃是5万年前以肉身成神的绝世狠人，但他刚迈出青铜棺椁一步，便被一双干枯如柴的手死死按住肩膀。老三，切不可莽撞行事。拦住他的人名为叶无极，是如今整个隐士叶家辈分最高、修为最深不可测的存在。莽撞，区区一个世俗皇朝的小白脸罢了。若不是我们10大隐士古族受到上古盟约限制，就凭苏清寒一个黄毛丫头也配一统北域。我且问你，对上那手持神秘铁剑的无名小子，你有几分必胜的把握？叶狂人听闻此言，瞬间愣在了原地，原本高昂的头颅突然死死咬住了牙关，那张历经岁月沧桑的脸庞变得极为阴晴不定。这种毛骨悚然的无力感，他已经5万年没有体会过了。他的大哥说的没错，对上那个引动大道悲鸣的恐怖一剑，他不仅没有半分必胜的把握，甚至连能不能留下一具全尸都是个未知数。也就在这死寂的时刻，一直闭目盘膝的隐士叶家2祖叶轮回缓缓睁开了双眼，其双眸之中仿佛有万千星辰在生灭。大哥3弟切莫乱了阵脚，那皇夫虽然一剑秒杀了无道，但依我之见，那股毁天灭地的力量根本不属于他自己，而是源自于他手中那把看似生锈的破铁剑。听到这话，叶祠内的众老祖皆是目光一明。叶轮回冷笑一声，继续分析道：这方天地的法则早已残缺，绝不允许有超越武神境的力量存世。他若真是隐士的绝代剑神，方才那一剑斩出时，天道天法早就将他劈成飞灰了。可他不仅安然无恙，甚至连一丝真气波动都没有外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绝对是个毫无修为的凡人，只是机缘巧合下得到了一柄封印着上古神明全力一击的绝世神器。听到这番合情合理的分析，叶狂人猛地一拍大腿，眼中重新燃起残忍的杀机。二哥言之有理，神器虽强，但封印的力量终究有限，我不信他还能挥出第2剑、第3剑。叶无极也是缓缓松开手，点了点头。既然如此，传我叶家神主令，暗中联系其他9大隐士古族，就说寒月皇朝有上古神器出世，借刀杀人。先让那帮老东西去替我们探探这皇夫的底，顺便开启极寒之地的修罗秘籍，用这天下的武道气运来为我们叶家的飞升大阵做铺垫。待他底牌耗尽之日，便是整个寒月皇朝为无道陪葬之时。与此同时，寒月皇宫大殿前方的虚空中，漫天血雨已经渐渐停歇，全城百姓和无数大内高手依旧跪伏在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死死盯着傲立在虚空中的那道修长身影。我看着满地叶无道化作的飞灰，心里忍不住暗自撇了撇嘴，这什么狗屁隐士天骄，简直连我1成力量的1000万分之一都扛不住，太弱了，真是太弱了。为了不让这方世界的天道被我吓得崩溃，我只能装模作样的咳嗽了2声，将手中那把已经重新变得暗淡无光的诛仙剑扔在地上，然后用力甩了甩手腕。哎呦喂，疼死我了！这山崖下捡来的破铁剑怎么后坐力这么大？不仅把那个疯子给炸没了，差点没把我这把老骨头给震散架。听到我这极其接地气的抱怨声，原本还处于极度震撼中的苏清寒猛地回过神来，他不顾一切地收起冰莲法香，犹如一只归巢的飞燕般猛地扑进了我的怀里，一双冰凉的玉手死死抓着我的胳膊上下摸索，声音中带着从未有过的慌乱与哽咽。你这傻子，
谁让你挡在我前面的？你要是出了事，我和灵儿该怎么办？感受着怀里软玉温香的轻微颤抖，我看着这位平日里高高在上、冷若冰霜的绝代女帝，此刻竟像个受惊的小女孩一样红了眼眶，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不禁被狠狠触动了一下。这傻女人，明明刚才自己都要被阵法反噬致死，却还在担心我这个吃软饭的皇父。我反手紧紧将她拥入怀中，轻轻拍着她的后背，柔声哄道：“老婆别怕，我这不是没事吗？那小子非要装杯，刚好触发了我这把破剑里封印的上古剑气，这也算是他恶贯满盈遭了天谴了。”听到我这番半真半假的胡扯，苏清寒眼角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他狠狠在我腰间掐了一把，咬着红唇嗔怒道：“以后不许再这么鲁莽！你是本地的男人，天塌下来也该有本地顶着。”站在一旁刚刚结束打坐的林灵儿看着这撒狗粮的父母，忍不住伸出胖乎乎的小手捂住了眼睛，但指缝却分得老大。他撇了撇嘴，在心底疯狂吐槽：“娘亲也太好骗了吧！那可是神明都能一剑斩灭的绝世剑威，怎么可能是捡来的破铁剑？不过爹爹刚才挡在娘亲身前出剑的样子，真的有本地当年纵横天界时的几分帅气呢。”就这样，一场足以覆灭韩越皇朝的浩劫，便在我的插科打诨中戏剧性的落下了帷幕。经过此役，满朝文武再也没有人敢在背后议论我是个吃软饭的乡巴佬，哪怕我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个凡人，但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手握上古大杀器的气运之子，惹不起，绝对惹不起。随着皇城的秩序逐渐恢复，日子似乎又回到了从前的平静，只是皇宫的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苏清寒借此机会彻底清洗了朝堂上的异己，将所有权力牢牢握在手中，而我则心安理得地包揽了后宫的御膳房，每天除了躺在摇椅上晒太阳，就是变招法给这对母女俩做饭。这天傍晚，夕阳的余晖洒在御花园的石桌上，我系着围裙，端着一大海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走了出来。老婆，灵儿，快来尝尝我今天刚研制的秘制阳春面。苏清寒刚批阅完奏折，揉着疲惫的眉心走了过来，看着那碗清汤寡水的面条，绝美的脸庞上浮现出一抹无奈的笑容。你啊，堂堂皇夫不在书房里看书，天天往御膳房跑，成何体统？传出去不怕天下人笑话？我嘿嘿一笑，将筷子递到他手里。笑话什么？我这辈子最大的追求就是把你和小丫头喂得白白胖胖，当个名副其实的软饭王多好。苏清寒白了我一眼，但眉眼间却满是化不开的柔情。他优雅地夹起一筷子面条送入坛口，下一秒，他那一双冰蓝色的眼眸骤然放大，满脸不可置信地僵在了原地。这怎么可能？面条入口即化，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小菜，而是一股精纯到极致的天地本源之力，顺着他的四肢百骸疯狂游走，不仅瞬间修复了他体内常年征战留下的暗伤，更是将他原本卡在5帝7重巅峰的修为瓶颈，犹如摧枯拉朽般直接冲破。轰的一声轻响，苏清寒周身爆发出5帝8重的恐怖气息，连带着整个御花园的灵花异草都在疯狂生长。我看着他震惊的模样，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挠了挠头，哎呀，是不是我今天盐放多了？怎么连真气都给咸出来了？而在桌子的另一边，已经3岁半的林灵儿正抱着一个比他脸还大的瓷碗，呼噜呼噜的狂吸面条。别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他堂堂碎星剑帝转世能不知道吗？这汤底分明是用上界9尾天狐的骨髓熬的，这面条是用9天息养孕育的无极仙草揉的，这面汤上飘着的葱花，竟然他瞄的是传说中能让人顿悟大道的菩提叶。林灵儿一边吃一边在心里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太奢侈了，太暴殄天物了。上一世他为了抢一片菩提叶，被几个老怪物追杀了整整3年，这一世他爹竟然拿来当葱花切。灵儿打了个饱嗝，周身的混沌剑体猛地爆发出一阵嗡语，短短一顿饭的功夫，他这具小小的身躯竟然硬生生突破到了武王境界。这若是传出去，只怕全天下的武道天才都要买块豆腐撞死。吃饱喝足后，林灵儿迈着六亲不认的小步伐凑到我身边，拽了拽我的衣角，扬起那张粉雕玉琢的小脸，用软糯但极力装作威严的语气说道：“爹爹，你这面条勉强还能入口，以后每天给本太女准备3碗，少一根本太女都要治你的罪。”我好笑的捏了捏她胖嘟嘟的脸颊，你这小丫头片子，胃口倒是不小，吃胖了以后嫁不出去看你怎么办？林灵儿傲娇的冷哼一声，本帝才不嫁人，这天下男人有几个能配得上我？话还没说完，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差点露馅，赶紧吐了吐舌头，一溜烟跑回了偏殿。深夜，一轮皎洁的弯月高悬于皇城之上，我安顿好灵儿睡下后，正准备回自己的寝宫，却突然察觉到苏清寒的御书房里传来一丝极不稳定的气息。我眉头微皱，身形瞬间化作虚无，下一秒便出现在了御书房的屏风后。只见苏清寒面色苍白如纸，整个人蜷缩在宽大的龙椅上，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冷汗，一丝丝暗红色的死气正在他绝美的侧脸上若隐若现。这是万魂噬血大阵的反噬。原来白天他吃下面条突破修为，不仅引动了天地灵气，更激发了之前被大阵阴气侵蚀的旧伤。这股阴毒的死气极其顽固，已经悄无声息地缠上了他的心脉。如果不及时拔除，哪怕他是5帝8重，也会在3个月内香消玉殒。这死要面子的女人，为了不让我和灵儿担心，竟然一直硬生生扛着不说。我心底涌起一股无名火，更多的是深深的心疼。我没有犹豫，直接从屏风后走了出来，大步来到龙椅前，一把将他冰冷娇软的身子大横抱起。苏清寒被我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本能的想要挣扎。你怎么进来的？放我下来！我堂堂女帝成何体统？我破天荒的没有跟他嬉皮笑脸，而是用一种不容置疑的霸道语气冷喝道：“闭嘴！这时候还逞什么强？真以为自己是铁打的吗？”或许是我此刻的气场太过慑人，苏清寒竟然真的被我吼得愣住，乖乖的缩在我怀里不再挣扎，只是眼眶又开始微微泛红。我将他抱进内殿的卧榻上，轻轻放下，然后脱去鞋袜，直接翻身上床盘膝坐在他身后，双掌不容拒绝的贴在他雪白光滑的美背上。你要干什么？
苏清寒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和本能的娇羞。虽然我们连女儿都有了，但当年毕竟是在昏迷中发生的事。这3年来，我们虽然名义上是夫妻，却一直是发乎情止乎礼，从未有过如此亲密的肌肤之亲。别说话，凝神静气。我低声吩咐了一句，随后闭上双眼，催动体内那一丝丝纯正的混沌纯阳精气，通过当年绑定在我们灵魂深处的九死莲心玉，源源不断的渡入他的体内。当那骨质阳至刚的温暖气息涌入体内时，苏清寒忍不住发出一声极具诱惑的闷哼。他只感觉原本痛入骨髓的阴寒死气，在这股霸道的力量面前，犹如冰雪遇上烈日，瞬间消融的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飘飘欲仙的极度舒适感。就在这时，莲心玉的光芒在我们的眉心同时亮起，两人的意识再次陷入了一种奇妙的交融状态。在苏清寒的精神识海中，我看到了这3年里他独自一人面对叛乱时的绝望，看到了他抱着小灵儿在雪地里逃亡时的凄凉，更看到了他无数个日夜里对着那块莲心玉发呆时眼底的迷茫与思念。原来这座冰山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融化，原来他比任何人都要渴望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清寒，我通过神识轻声唤着他的名字，在精神世界里，她不再是那个君临天下的女帝，而是一个卸下所有防备的小女孩。她扑进我的神识化身怀里，放声大哭起来，将这些年的委屈和恐惧全部发泄了出来。我心疼地抚摸着她的长发，许下一个重如泰山的承诺：从今往后有我在，没人能再让你受半点委屈，哪怕是这天这地。若敢欺你，我便一剑劈了这天地。随着反噬的死气被彻底清除，苏清寒悠悠转醒，他回头看着因为假装虚耗过度而满头大汗的我，美眸中闪过一抹极其复杂的情愫，有感动，有心疼，更有深深的爱意。他伸出玉手轻轻擦去我额头的汗水，声音轻得像是一阵风，你这个混蛋，既然是个凡人，为什么偏偏要对我这么好？我顺势抓住他的柔椅，放在唇边吻了一下，嬉皮笑脸的说道：因为你是我老婆啊，皇夫吃软饭，总得付出点体力劳动嘛。苏清寒俏脸一红，娇嗔的瞪了我一眼，但这一次他没有把手抽回去，而是顺从的靠在了我的肩膀上，一夜无话，温情脉脉。到了第2天清晨，我刚伺候完老婆起床上朝，就听到御膳房外的柴房里传来一阵乒乒乓乓的异响。我悄无声息的走过去，透过门缝一看，差点没笑出声来。只见林灵儿正憋得小脸通红，双手死死握住那把被我扔在角落里的破铁剑，2只小短腿在地上使劲蹬着，试图把剑拔起来。给我起，给本帝起，这破烧火棍怎么这么准？林灵儿气急败坏的嘟囔着，她好歹也是觉醒了混沌剑体的武王强者，力量少说也有数万斤，竟然撼动不了一把生锈的铁剑。就在她快要放弃的时候，诛仙剑似乎感应到了她体内的混沌剑气，原本生锈的剑身上突然闪过一道极其微弱的暗金光芒，紧接着一股浩瀚无垠的恐怖记忆顺着剑柄直接冲进了林灵儿的识海中。轰！林灵儿只感觉天旋地转，等她再次睁开眼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无尽的星空古战场，四周全都是身高万丈的神魔尸体，神血染红了整片星河。而在那尸山血海的最高处，站着一道背对苍生的伟岸身影，那人手中握着正是这把没有生锈的诛仙剑。随着那人轻轻挥动手中长剑，一颗颗庞大的星辰犹如烟花般接连炸碎，大道法则在他的脚下哀鸣沉浮，万界诸天都在他的剑意下瑟瑟发抖。当那道伟岸的身影缓缓回过头时，林灵儿如遭雷击，一屁股瘫坐在了柴房的地上。那张脸，那张横推万古无敌天下的脸，竟然跟他那个天天在御膳房煮面的便宜爹爹一模一样。爹爹是万古神明。林灵儿倒吸了一口凉气，小小的身躯止不住的颤抖起来。他上一世作为碎星剑帝，自以为已经站到了剑道的巅峰，可跟幻象中爹爹那一剑相比，他简直就像个拿着树枝过家家的3岁小孩。不，他现在就是个3岁小孩。就在林灵儿怀疑人生的时候，我推开柴房的门走了进去，假装惊讶的看着他。哎呦，我的乖女儿，你怎么跑柴房来玩这破铁片了？小心生锈的铁渣扎了手。说着，我单手像拎小鸡一样，轻描淡写的将那把重若星辰的诛仙剑从地上提了起来，随手扔到了另一边的干草堆里，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林灵儿看着我这轻松写意的动作，咕咚一声咽了口唾沫。她现在彻底确信了，自己不仅抱上了一条大腿，而且这条大腿粗的能直接捅破这片天。回想起自己这几天还在爹爹面前摆什么转世先帝的臭架子，林灵儿瞬间觉得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她突然像个小考拉一样死死抱住我的大腿，仰起头露出了一个极其谄媚且甜美的笑容。爹爹，您刚才提剑的动作太帅了，简直比天神下凡还要威武，我也想学剑，您教教我好不好吗？好吗？看着这个向来傲娇的小棉袄突然变成了马屁精，我嘴角忍不住疯狂上扬。看来这丫头是发现了点什么，不过这正合我意。我故作为难的叹了口气，哎呀，学剑很辛苦的，爹爹只会点三脚猫的庄稼把式，就怕教坏了你这千金之躯啊！不辛苦，只要是爹爹教的，灵儿一定拼命学。灵儿要成为像爹爹一样天下无敌的大剑豪。灵儿急得直跳脚，生怕我不答应。好吧，既然你这么有诚意，那爹爹每天傍晚就在这后院指点你几招，不过千万别告诉你娘亲，免得他又说我带坏了你。我笑眯眯地摸了摸他的头，父女俩达成了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时间飞逝，转眼间又是3个月过去。这3个月里，寒月皇朝在苏清寒的铁腕治理下蒸蒸日上，林灵儿的修为也在我暗中的投喂和指点下，如同坐火箭般飙升到了武皇境界。而且他已经能够初步掌控那套万界星辰诀的精髓，随便挥出一道剑气都能劈开一座小山。而我依然是那个在世人眼中只会吃软饭的皇父，每天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神仙日子。可平静的水面下，往往暗流汹涌。距离皇城万里之外的极寒之地，一座终年被暴雪覆盖的上古冰原深处，虚空突然被人强行撕裂，9道散发着腐朽与恐怖气息的身影从中踏出。这9人
正是包括叶无极在内的9大隐士古族的老祖，他们每一个人的修为都达到了伪神境的极致，距离那传说中的武神境只有半步之遥。诸位老友，这便是传说中的修罗秘境入口了。叶无极看着前方那座被无数神铁锁链封印的远古青铜巨门，眼底闪过一抹疯狂的贪婪。只要解开这道封印，放出里面那头太古修罗神，不仅能将那个来历不明的寒月皇夫试探出底细，我们还能借此机会献祭整个北域的生灵，强行开启飞升之门。一名浑身笼罩在黑袍中的老者阴恻恻地笑了起来。叶兄好算计，那苏清寒和他那个吃软饭的男人若是死在修罗神手里，这北域的气运就全归我们了。不过这封印可是上古天道留下的，凭我们几个老骨头，怕是打不开吧？叶无极冷哼一声，从怀中掏出一块巴掌大小的血色玉符。天道早已残缺，这封印经历了10万年，早就千疮百孔。只要我们合力献祭1000年寿命，催动这块破天令，定能将其轰开一道缺口。动手！随着叶无极一声令下，9位伪神境的恐怖强者同时割破手腕，将精血喷洒在那块血色玉符上。霎时间，玉符爆发出刺目的血光，化作一柄通天彻地的血色巨锤，狠狠砸向那座青铜巨门。轰隆隆，整个极寒之地剧烈摇晃起来，仿佛末日降临。青铜巨门上的神铁锁链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崩断声，紧接着一道极其邪恶恐怖的咆哮声从门后传出，犹如远古魔神苏醒。10万年了，本神终于重见天日了！哈哈哈！人类的蝼蚁们，准备迎接修罗的洗礼吧！随着巨门被轰开一道缝隙，无穷无尽的黑色魔气犹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瞬间将方圆数万里的冰原化作一片死寂的魔土。与此同时，远在寒月皇宫御花园里陪老婆晒太阳的我，脑海中突然响起了系统那久违的机械音。叮！检测到极度危险的太古神明修罗神破风而出，天道法则开始崩塌。终极主线任务触发，任务目标：斩杀修罗神，肃清10大隐士古族，修复残缺天道。任务奖励：打破下界位面壁垒，举足飞升大千神界。听到这个任务，我猛地睁开双眼，原本慵懒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如剑，一股无形的剑意在瞳孔中生灭，连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苏清寒察觉到了我的异样，微微侧过头，绝美的脸庞上浮现出一抹担忧：“你怎么了？是不是就伤复发了？”我看着他那关切的眼神，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微笑，伸手将他额前的一缕秀发理到耳后：“没事，只是感觉北边好像有群苍蝇在嗡嗡叫，吵得人心烦。”苏清寒愣了一下，随即秀眉微蹙：“北边，那是极寒之地的方向。最近边关频频传来急报，说极寒之地常有异象发生，似乎有上古秘境即将现世，不少宗门的强者都赶过去了。”我叹了口气，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看来我这个皇夫是时候出去活动活动筋骨了，老是在家吃软饭，骨头都要生锈了。苏清寒猛地站起身，一把抓住我的手腕，眼神坚定地说道：“你要去极寒之地？不行，那里太危险了。我让护国老祖去查看便是。你只是个凡人，就算有神器护体，也抵挡不了那些亡命之徒。”我反握住他冰凉的玉手，将他轻轻拉入怀中，在他耳边低声说道：“老婆，你信我吗？”苏清寒被我抱在怀里，感受着我坚实有力的心跳，不知道为什么，原本慌乱的心情竟然奇迹般的平静了下来。他抬起头，看着我那双深邃不见底的眼眸，最终咬了咬牙：“我信，但是你必须答应我，活着回来。我和灵儿在家里等你。”我郑重地点了点头：“放心吧，这世上能杀你老公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就在这时，一道娇小的身影从远处像炮弹一样冲进了我的怀里：“爹爹要去打架，我也要去。”来人正是林灵儿。这小丫头不知道躲在哪个角落里偷听了半天，此刻兴奋的小脸通红，眼睛里闪烁着好战的光芒。我没好气地捏住她的后脖梗，像提溜小猫一样把她提了起来：“大人办事小孩子少插嘴，你在家乖乖陪你娘亲，要是敢乱跑，回来我打烂你的屁股！”林灵儿在半空中张牙舞爪，抗议道：“爹爹偏心，我都已经是武皇了，我可以帮忙打坏人。”我懒得理会她的抗议，随手将她塞进苏清寒怀里，然后转身朝着皇宫大殿的方向走去。走到一半，我突然停下脚步，头也不回地说道：“老婆，帮我准备一壶最烈的酒，等我回来，我们一家3口好好喝一杯。”说完，我身形一闪，直接化作一道流光冲天而起，眨眼间便消失在了云层之中。看着我离去的方向，苏清寒深吸了一口气，对着虚空冷冷地吩咐道：“传令3军，全面封锁皇城，开启护国大阵，任何擅闯者杀无赦。”而在极寒之地的上空，10大古族的老祖们正得意洋洋地看着那肆虐的魔气，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称霸北域举族飞升的宏伟蓝图。可就在这时，一道震耳欲聋的剑鸣声突然从9天之上炸响，犹如9天玄雷劈落在众人的心头。那剑鸣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最后化作一道响彻天地的冰冷声音：“一群半截身子入土的老狗，也敢在小爷的地盘上放肆！今天小爷就教教你们死字怎么写！”下一秒，云层被一股恐怖到极点的力量强行撕裂，只见一名身穿青色长袍的青年，手持一把锈迹斑斑的破铁剑，犹如天神降临般踏空而来。每走一步，脚下的虚空便寸寸碎裂，无数大道法则化作锁链缠绕在他的周围，却又被他身上散发出的剑意瞬间斩断。叶无极看着那道犹如杀神般的身影，瞳孔猛地收缩到了极点，那张满是皱纹的老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极度惊恐的神色。武神境，这不可能！天道残缺，怎么可能有人成神？我看着这群瑟瑟发抖的老东西，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天道，不好意思，小爷我就是天道。话音未落，我手中的诛仙剑猛地挥出，一道长达万丈的璀璨剑芒犹如开天辟地般，狠狠斩向了那9名伪神境的老祖，以及那头刚刚探出一个头颅的太古修罗神。这一剑没有毁天灭地的声响，只有那种将万物归于虚无的死寂。剑光过处，空间被整齐的切开，9名不可一世的古族老祖，甚至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便被这股至高无上的剑意直接抹除了存在的痕迹。而那头号称不死不灭的上古修罗神，更是被一剑斩成了2半。庞大的魔躯犹如烈日下的冰雪般迅速消融，最终化作一颗晶莹剔透的血色珠子，落在了我的手中。我抛了抛手中的修罗血
血珠，感受着里面蕴含的磅礴气韵。血珠，感受着里面蕴含的磅礴气韵，满意地点了点头。这珠子不错，拿回去给灵儿当弹珠玩刚刚好。就在我准备转身返回皇城的时候，异变突生，被我那一剑斩出的虚空裂缝并没有闭合，反而开始疯狂扩大，最后竟然形成了一扇高达100万丈的巨大光门。光门之上雕刻着无数古老神秘的图腾，散发着一种令人顶礼膜拜的浩瀚气息。那是飞升之门。我眯起眼睛，看着那扇紧闭的光门，脑海中突然回想起系统刚才发布的任务奖励：打破下界位面壁垒，举足飞升。看来这方天地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啊！就在这时，飞升之门中突然传出一道极其飘渺冷漠的声音，犹如9天神奇在俯视凡人。下界蝼蚁竟敢擅杀神使，扰乱天道轮回，当诛！紧接着，一只遮天蔽日的金色巨手从光门中探出，带着毁天灭地的恐怖威压，朝着我狠狠拍了下来。感受着这股远超武神境的力量，我不仅没有丝毫畏惧，反而兴奋地舔了舔嘴唇。手中的诛仙剑发出阵阵欢快的剑鸣，隐藏了10年，签到了10年，今天终于可以好好打一架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将体内被系统封印的无尽修为彻底解开。那只金色巨手撕裂云层，带着不容抗拒的煌煌神威，仿佛要将这方天地彻底捏碎一样，降临在极寒之地上空。我体内沉寂10年的剑气如怒海狂涛般疯狂翻涌，但我强行压制住了想要全力出剑秒杀神明的冲动。若是释放全部力量，这方脆弱的下界必定瞬间崩塌。我深吸一口气，将真气收敛于心窍，不再外泄分毫。既然不能用蛮力，那就用纯粹的剑术来解决问题。我可是天下第一的绝顶剑客，技巧才是我最强的底牌。生锈的诛仙剑在我手中划出一道极其玄奥的弧线，没有毁天灭地的声响，只有4两拨千斤的极致巧劲。金色巨手带着毁灭法则猛然拍下，虚空寸寸碎裂。我身形如飘叶般在巨手的指缝间轻盈穿梭，毫无阻碍。剑尖精准地刺在巨手的掌心阵眼上，没有一丝偏差。那是他力量最强，也是最脆弱的法则节点。这就是绝顶剑客的洞察力与妙到毫巅的微操。一声沉闷的轰鸣在9天之上炸响，震动了整个冰原。那只不可一世的巨手犹如泄了气的皮球般瞬间干瘪。飞升之门后，那飘渺冷漠的声音终于带上了一丝慌乱：你到底是谁？下界怎会有这等登峰造极的剑术？我轻笑一声，不过是个边关客栈跑腿的伙计罢了。话音未落，我手腕一抖，破铁剑发出一声清脆的嗡鸣，一道看似微弱却凝练到极致的剑气直冲云霄，顺着那干瘪的金色巨手，瞬间缠绕住100万丈的光门，剑气化作千万道金丝，将飞升之门死死锁住。我用的是封印剑诀，而非毁灭杀招，以免伤及无辜天道。那道高高在上的神明虚影在门后发出愤怒的咆哮，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光门被我强行重新拉上。闭合，我反手一剑斩断了天地间那丝刚刚建立的法则锁链。飞升之门在一阵剧烈的震颤中彻底引入虚空，消失不见。极寒之地再次恢复了往日的死寂，冰冷与漫天风雪。我收起破铁剑，轻轻拍了拍青色袖口沾染的冰雪，仿佛刚才只是随手赶走了一只烦人的蚊子般轻松。看着天空中渐渐散去的阴霾与重新露出的阳光，我满意的伸了个懒腰，感觉浑身筋骨都舒畅了许多。打完收工，是时候回家陪老婆孩子吃一顿热乎的宵夜。身形一闪，我化作一道流光，以极快的速度返回皇城。此时的寒月皇城护国大阵已经全面开启，光芒万丈。苏清寒一身地袍站在大殿之巅，目光死死盯着北方。当他看到我平安无事的踏空归来，落在他面前时，那张冷傲的绝美脸庞上终于绽放出令百花黯然的笑容。我稳稳落在他的身旁，毫不避讳地将他一把揽入怀中。怎么样，老婆，我没骗你吧？这点小场面算什么？我说过，这世上还没人能伤得了你老公一根汗毛。苏清寒紧紧环住我的腰，眼眶微红，声音带着一丝哽咽：你这混蛋，知不知道我刚才在城墙上有多少次想冲过去？我温柔地抚摸着他柔顺的长发，低头嗅着他发间的清香。从今往后，不会再有任何人能威胁到你和我们的家了。我刚想低头亲吻他光洁的额头，弥补这10年的亏欠，一道杀风景的软糯声音突然在我们2人的脚下响起：爹地娘亲，你们光天化日之下抱在一起不知羞。林灵儿双手捂着眼睛，但胖乎乎的指缝却张得老大。我没好气地敲了敲他的小脑袋，脸上满是宠溺：你这小丫头片子懂什么？这叫大人的夫妻情深。我从怀里掏出那颗晶莹剔透的修罗血珠丢给他：诺，爹爹给你带的战利品，拿去当弹珠玩吧，别来捣乱。林灵儿接过来一看，大眼睛瞬间亮得像2颗小星星，这珠子里竟然蕴含着如此精纯磅礴的上古气韵。他堂堂碎星剑地转世，自然是货。知道这是剑地转世，自然是货。知道这是什么级别的宝物？这可是上古修罗神的毕生精华所在，价值连城。爹爹居然就这么随便给我当玩具，他到底有多富有？回到后宫，我挽起袖子，亲手下厨做了一桌丰盛的好菜，还特意从皇宫地窖里温了一壶珍藏多年的桂花酿。一家3口围坐在温暖的火炉旁，其乐融融，笑语不断。苏清寒端起精致的御酒杯，眼神迷离地看着我的侧脸：这杯酒敬我那天下无敌的皇父，感谢你护我们母女周全。我笑着与他轻轻碰杯，仰头将杯中烈酒一饮而尽。什么天下无敌，我这辈子只想做你的专属厨子。酒过3巡，苏清寒白皙的脸上泛起一层诱人的红晕，他靠在我的肩膀上，呼吸渐渐平稳，竟然睡着了。这些天他为了叛乱的事太累了，终于可以安心睡个好觉。我小心翼翼地抱起他，轻轻放在柔软宽大的龙床上，又给一旁四仰八叉毫无睡相的灵儿也好喂脚。看着这对母女恬静的睡颜，我心中涌起前所未有的满
起前所未有的满足感，这才是绝顶剑客握剑的真正意义所在。守护这份平淡温馨的日常，比做什么神仙都要快活百倍。第二天清晨，温暖的阳光洒在御花园青石板上，林灵儿正拿着修罗血珠在地上弹着玩，玩得不亦乐乎。我躺在专属的摇椅上，悠哉地喝着上供的极品早茶。系统突然在我的脑海中发出一声急促的电子提示音，叮，检测到修罗血珠内藏有上界未知势力的暗线伏笔。我眉头微挑，示意系统不要大惊小怪，继续说下去。原来这珠子里不仅有修罗神的修为和气运，还封印着一缕天界剑种内门弟子的残存求救信号。我看着正玩得满头大汗的林灵，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看来我这宝贝女儿的前世身世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中午时分，苏清寒结束了早朝，换上便装回到后宫。她看起来心情极好，嘴角挂着一抹轻松惬意的浅笑。10大古族的老祖们一夜之间集体失踪，魂飞魄散，北域那些残余集体失踪，魂飞魄散，北域那些残余的叛乱势力群龙无首，纷纷望风而降。韩越皇朝的局势终于彻底稳定下来，版图更加辽阔了。我将包好的金银葡萄塞进她红润的嘴里，笑着提议，既然天下太平了，我们要不要出去好好度个假，放松一下？苏清寒愣了一下，冰蓝色的眼中闪过一丝向往与犹豫。自从3年前遭遇叛乱登基以来，他还从未踏出过皇城一步。可是朝中还有那么多政务和战后的烂摊子需要处理。我大手一挥，豪气干云地打断了他那工作狂的念头。那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交给左右丞相和6部尚书去办就行。咱们一家3口微服私访，去江南水乡好好逛逛，顺便体察一下民情，感受一下久违的人间烟火气。林灵儿一听要出去玩，兴奋的连修罗血珠都不要了，直拍手。苏清寒最终还是拗不过我和女儿轮番的软磨硬泡。3天后，我们一家3口换上了普通百姓的朴素装束。我穿着一身青色布衣，背着个破木匣子，活像个落榜书生。苏清寒苏清寒则是一身素雅的白裙，不施粉黛，却依然倾国倾城。那绝世的容颜，惹得宫女们频频侧目，惊叹不已。林灵儿扎着2个可爱的羊角辫，像个精致的瓷娃娃。我们没有动用皇家仪仗，只租了一辆普通的青口马车，一路南下，没有大内高手的簇拥，没有繁文缛节的束缚，自由自在。沿途的风景秀丽，山川如画，令人心旷神怡，忘却烦恼。苏清寒靠在车窗边，贪婪地呼吸着属于自由的新鲜空气。半个月后，我们抵达了江南的一座繁华水乡小镇。我们在一家名为云水谣的雅致客栈落脚休息。小镇上小桥流水人家，街巷热闹非凡，充满了生活气息。晚上，我们一家3口手牵着手，漫步在熙熙攘攘的夜市中。街道2旁挂满了红彤彤的灯笼，喜气洋洋，叫卖声不绝于耳。爹爹，我要吃那个冰糖葫芦，看起来好好吃啊！林灵儿指着不远处的小摊，大眼睛水汪汪的，口水直流。我笑着掏出几枚铜钱，买了2串最大最红的糖葫芦，一串递给欢呼雀跃的女，另一串递给矜持的苏清寒。堂堂高冷女帝拿着糖葫芦在街上吃，脸颊微微发烫。快尝尝，这可是江南最正宗的口味，酸甜可口，解腻的很。我一脸期待地看着她，她轻轻咬下一颗裹满糖浆的山楂，酸甜的汁水在她的唇齿间爆开，让她忍不住微微眯起了眼睛。苏清寒的眼睛弯成了好看的月牙，放下了所有的防备，真好吃，比御膳房那些精致却没灵魂的点心还要甜。就在我们享受着这难得的静谧与温馨时光时，前方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呼救声和男人放肆的狂笑。几个凶神恶煞的家丁正围着一个卖花的小姑娘动手动脚。小娘子，我们少爷看上你，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乖乖跟我们回府，免得受皮肉之苦，还要连累你那瞎眼的爹。卖花女哭得梨花带雨，拼命反抗，却怎么也挣脱不开。周围的百姓虽然气愤，却无人敢上前出头。都低声叹息。听说这少爷是镇上首富张家的独子，横行霸道，无人敢管。苏清寒眉头一皱，身为女帝，怎能容忍子民受这等欺辱？她刚想运转真气出手教训这群恶霸，却被我按住了肩膀。老婆，对付这种不入流的小卡拉米，何须你亲自动手？我顺手从旁边的面摊上抽出一根沾着面汤的竹筷，脚步轻点，如鬼魅般穿过拥挤的人群，没有惊动任何人。几个家丁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只觉得眼前一花，紧接着手腕一麻，纷纷哎呦惨叫着松开了抓着小姑娘的手。我把玩着手中的竹筷，笑眯眯地看着这群面面相觑的恶霸，光天化日之下欺负小姑娘，不太好吧？回家找你们娘去。领头的家丁捂着红肿的手腕，恶狠狠地瞪着我，上下打量，哪来的穷酸小子，敢管我们张家的闲事，活得不耐烦了吗？兄弟们，给我上，把他2条腿打断，扔进河里喂王八。我连剑都没拔，只是用筷子轻轻向前一点，指东打西，犹如蜻蜓点水般在他们周身时机处大穴上快速掠过。几个家丁瞬间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僵在原地动弹不得。我拍了拍手，转身走向那名惊魂未定的卖花女，温和一笑，姑娘没事了，坏人已经被定住，赶紧回家去吧。周围的百姓沉寂了片刻，随后爆发出阵阵雷鸣般的叫好声。苏清寒看着我走回来的身影，冰蓝色的眼中满是赞赏，你这凡人没有一丝真气，武功倒是练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了。我得意地挑了挑眉，凑到他耳边压低声音轻语调侃，那当然，我可是为了以后保护你，苦练了整整10年的凡人武术呢。林灵儿却在一旁撇了撇嘴，心中暗自疯狂腹诽，爹爹又在装凡人了，明明一根手指就能碾碎这方天地，不过看娘亲那一脸崇拜的样子，被忽悠得一愣一愣的。爹爹这招扮猪吃老虎玩的真是越来越溜了，简直是影帝。我们没有理会那些被定住的恶霸，继续在夜市闲逛，走到一座古老的石桥边，突然传来一阵凄凉的二胡声。拉二胡的是一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盲眼老者，他的琴声中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沧桑与悲凉，直击灵魂。林灵儿听到这琴声，突然浑身一震，停下了脚步，小脸上的表情变得极其古怪、震惊，甚至带着一丝不可思议。爹爹，这曲子是天界剑种独有的安魂曲。林灵儿死死拉着我的衣角，声音微微发颤，带着前世的记忆。我心中一动，立刻回想起系统之前的提示，暗线来了。看来那修罗血珠里封印的求救线索就要在这里解开了。我牵着满脸疑惑的母女俩，走到那盲眼
养眼秦师的摊位面前。老人家，你这曲子倒是别致凄美，不知叫什么名字？秦师手上的动作微微一顿，空洞的眼眶转向我的方向。公子说笑了，不过是瞎子瞎拉的乡野小调，难登大雅之堂。我笑了笑，从怀中摸出一锭10两的白银，轻轻放在他破碗里。既然是乡野小调，那不如再为我们拉一曲最拿手的如何？最拿手的如何？秦师叹了口气，再次拉动了手中那把破旧的二胡琴弦。这一次，琴声变得肃杀而冷冽，仿佛有万千剑气在四周激荡。苏清寒不懂音律，却也感觉到了一丝刺骨的寒意袭来。他下意识地握紧了我的手掌，警惕地环顾四周。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示意他不用紧张，有我在。林灵儿闭上双眼，上一世在剑种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这琴声中的剑意，分明是剑种内门护法级别才有的手法。她曾是剑种高高在上的圣女，对这股剑意再熟悉不过了。一曲终了，秦师放下二胡，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多谢公子重赏，老朽今日的盘缠够了，这便收摊回家了。等等，老人家，我这里有一物，不知你这瞎眼能否认得出来？我拿出那颗散发着幽光的修罗血珠，放在他枯瘦的手中。秦师摸索着珠子表面，浑身猛地一震，如遭雷击般颤抖。这是剑种掌门人的传承信物，怎么会在你一个凡人这里？他那空洞的传承信物，怎么会在你一个凡人这里？他那空洞的双眼中，竟然流出了2行触目惊心的血来。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老人家，请随我们移步客栈一叙。我带着激动万分的秦师，回到了云水谣客栈的2楼上房，随手设下一道连天道都无法窥探的隔音结界后，秦师扑通跪地，老朽剑种第73代护法剑童，参见圣主和圣女殿下。林灵儿看着这位饱经风霜的老者，眼眶不禁湿润了。你真的是剑种的护法剑童？你怎么会流落到下界？林灵儿的声音变回了他前世那种清冷不傲，却又带着一丝颤音。秦师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激动得浑身发抖，连连磕头：圣女殿下，真的是您！老朽在下界找了您整整1000年了。当年您在混沌遗迹陨落后，剑种遭逢大难，险些断绝所有传承。秦师哽咽着讲述了剑种这些年在上界遭受的残酷迫害。原来那4位先帝不仅暗算了碎星剑帝，夺取了无上传承，还在上界大肆屠戮剑道修士，企图独霸天下，抹除剑道痕迹。抹除剑道痕迹。剑种为了保住最后的一丝血脉和重振宗门的希望，拼死将这颗封印着剑种底蕴的传承血珠送下了凡界。那头作恶多端的修罗神，也是他们故意放出来扰乱下界天道，为的就是让我们这些遗落的剑修无处藏身，最终被天道抹杀。秦师满脸悲愤，枯瘦的手指深深陷入了掌心之中，流出鲜血。林灵儿听完，小拳头死死握紧，眼中杀意沸腾，如同实质那4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本帝重返天界之日，定要将他们碎尸万段。苏清寒听得云里雾里，完全不知道这一老一小在说什么呀。但我却没有瞒他，将林灵儿的前世身世和盘托出，毫无保留。当他知道自己辛辛苦苦10月怀胎生下的宝贝女儿，竟然是上界威震9天10地的碎星剑帝转世时，整个人都惊呆了，坐在椅子上，久久无法回过神来，消化这信息。老婆，你别怕，不管他前世是剑帝还是什么其他的大人物，他现在都只是我们最疼爱的女儿玲玲，仅此而已。我紧紧握住他冰凉的手，给予他最坚定、最温暖的力量支撑。苏清寒看着红了眼眶的玲玲，母爱瞬间战胜了恐惧与震惊，他一把将女儿抱进怀里，心疼地抚摸着她瘦小的后背。灵儿，别怕，不管发生什么事，也不管那些仇人有多强大，娘亲和爹爹都会保护你，绝不让任何人再伤害你分毫。林灵儿在前世作为圣女，从未感受过哪怕一丝亲情的温暖，此刻靠在苏清寒柔软的怀里，所有的委屈都化作了决堤的泪水。娘亲，灵儿只有你们了。灵儿不想报仇，不想做什么间谍了。看着这一幕，我心中暗暗发誓，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这份温馨。谁敢破坏我这份来之不易的家庭温暖，我必诛之九族。就在这时，客栈外突然狂风大作，原本晴朗的夜空乌云密布，一股极其恐怖、令人窒息的威压瞬间笼罩了整个江南小镇。找到了，竟然藏在这么个灵气匮乏的偏僻下界。一道阴冷至极的声音，犹如从九幽地狱传来，在众人耳边炸响。那4个老不死的先帝，竟然通过修罗血珠的感应，分出了一缕神念。秦师脸色大变，惊恐地喊道：不好，是玄黄先帝的追杀神念，他们一定是通过那颗血珠追踪到这里，暴露了。圣女殿下，你们快走，老朽拼死自保，为你们断后，争取时间。说着，他浑身爆发出5尊级别的残破剑气，准备冲出窗外，企图与那道高高在上的先帝神念同归于尽，玉石俱焚。我一把拉住他枯瘦的胳膊，将他强行按回了木椅子上。老人家，你好好休息，别白白送死，剩下的交给我这个凡人吧。我拿起桌上刚才吃面用的一根干净木块，推开窗户，纵身跃出。苏清寒担忧地喊了一声：小心点，别逞强，打不过就跑。我回头给了他一个无比自信且放心的微笑，去就回。夜空中，一道虚幻且庞大的身影傲立于云端之上，俯视众生。那是4先帝之一的玄黄先帝的一缕神念，散发着淡淡的金光。虽然只有一缕神念，但也拥有超越这方下界天道的毁灭力量。他缓缓抬起手，准备将整个小镇连同客栈一起抹平，斩草除根。喂，上面的那个发光的老东西，大半夜的不睡觉，吵什么吵？我踩着客栈的屋脊，用手中那根普通的木块指着他，破口大骂。玄黄先帝的神念微微一愣，低头看向我这个不知死活的人类，区一个连真气都没有的凡人蝼蚁，也敢对本先帝大呼小叫，找死！他眼神一冷，随手挥出一道金色的仙芒，斩向我的头颅。面对那毁天灭地的仙芒，我没有动用任何系统封印的无敌真气，而是深吸一口气，将所有的精神力集中于手中的木块之上。绝顶剑客的境界，不在于力量的强弱，而在于对万物法则的极致理解。
解。我手中的木块仿佛在这一刻化作了世间最锋利的斩天神兵。我轻轻一挑，手腕微转，木块精准地刺中了仙芒最薄弱的破绽处。那道足以刺中了仙芒最薄弱的破绽处，那道足以毁灭整个江南山河的仙芒，竟然在半空中瞬间溃散，化作点点金色的星光，消散在夜风中，没有伤及小镇的一草一木。玄黄仙帝的神念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可置信与荒谬。这怎么可能？你明明没有半点修为，怎么能破了我的仙道法则？我嗤笑一声，力量不是一切，极尽的技巧才是剑道的王道。今天我就让你这个高高在上的仙帝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剑术。我身形如电，没有真气，却踩着空气的阻力扶摇直上，冲向云端。手中的木块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玄妙难测、毫无轨迹可循的剑网，仿佛一张无形的大网，将玄黄仙帝的神念死死罩在其中，无法脱身。玄黄仙帝愤怒咆哮，疯狂释放着各种毁灭性的仙道法则和法印，但在我那洞悉一切破绽的剑影之下，这些攻击处处都是漏洞。我不停地用木块敲打着他的手腕、关节、穴位，乃至仙力运转的节点，每一击都恰到好处地打断他的施法动作，让他憋屈得快要吐血。他就像一个笨拙的巨型木偶，被我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戏耍得团团转。底下客栈窗户旁的玲玲儿看得目瞪口呆，连眼泪都忘记擦了。爹爹竟然用一根普通的木块压制了仙帝的神念，这简直是神迹！而且他真的没有动用任何超越这个世界的真气，纯靠技巧。这种纯粹到极致、返璞归真的剑道境界，让人不寒而栗。哪怕是他前世处于剑帝巅峰时期，也只能望其项背，自叹不如。我一边打，一边对着下方的玲玲儿大声喊道：“现场教学，乖女儿看好了，剑不一定要用磅礴的真气去盲目催动，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以弱胜强，借力打力，这才是剑客的极致浪漫。”玲玲儿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每一个行云流水的动作，陷入顿悟，脑海中万界星辰诀的精髓开始疯狂运转，与眼前的剑法相互印证。玄黄仙帝的神念终于被我逼得恼羞成怒，完全失去了理智。他开始不计后果地燃烧这缕神念的本源，准备玉石俱焚。下界的蝼蚁，我要让你们所有人一起为本仙帝的受辱陪葬。一股恐怖的毁灭气息在他虚幻的体内疯狂运动，天生异象，整个小镇的百姓都在这股末日般的威压下瑟瑟发抖，跪地祈祷。我收起玩世不恭的笑容，眼神瞬间变得无比凌厉如刀。既然你想死，那我就成全你，让你知道下界也不是好惹。我将手中的木块随手扔向下方半空中的玲玲，大喝一声：“乖女儿，借你的混沌剑体一用，感受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斩仙之剑。”玲玲儿心领神会，身形一跃，一把接住从天而降的普通木块。她闭上眼睛，将自己刚刚领悟的剑意与混沌本源注入其中，木块上爆发出一股微弱却极其纯粹，甚至超越法则的混沌光芒。爹爹，接剑！他用尽全身的五皇力气，将木块重新掷向半空中的我。我反手稳稳接住木块，那股混沌剑意与我心意相通，完美契合。这一刻，我不再是只会做饭的客栈伙计，而是真正的绝世剑客，一剑破万法。我轻轻挥动手中散发着微光的木块，一道看似平凡无奇的剑气斩出，没有惊天动地的恐怖声响，也没有璀璨夺目、刺瞎双眼的光芒，只有一股返璞归真的极致平静。剑气轻而易举地撕裂了玄黄仙帝那坚不可摧的本源防御，犹如切豆腐一般，划过了他那高高在上的虚幻脖颈。玄黄仙帝的神念瞬间僵硬在半空中，眼中的光芒迅速暗淡崩溃。他不甘地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却发不出一丝声音。最后，整个虚影犹如风化的沙雕般，在夜空中随风飘散，化为乌有。天空中再次恢复了宁静，只有几片慵懒的云彩在月光下飘荡。我潇洒地落回客栈屋顶，顺手将那根立下大功的木块插回面碗里。老婆，面凉了没有？我可是饿坏了。打架真是一件消耗体力的事。我推开窗户跳进房间，嬉皮笑脸地凑到苏清寒面前讨要夸奖。苏清寒看着我毫发无损，眼中闪烁着异样复杂的光芒。他拿出手帕，温柔地擦去我额头上其实根本不存在的汗水。傻瓜，面还热着呢，快吃吧，以后不许再这么冒险了，吓死我了。盲眼琴师激动地连连磕头，犹如见到了真正的剑道神明降世。公子剑术通神，老朽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世间竟有如此剑法，有您在，圣女殿下和剑种终于有希望重返天界，讨回公道了。我摆了摆手，将他从地上扶了起来。老人家客气了，别动不动就跪。我只是个为了保护老婆孩子不得不出手的凡人，不想掺和天界的事。经过这一场虚惊，我们一家三口的感情变得更加深厚无间。玲玲儿也彻底放下了前世作为剑帝的那种高冷傲娇的架子。她知道，只要有我在，天塌下来也有我这个便宜老爹宽阔的肩膀顶着。她终于可以像一个真正无忧无虑的小女孩一样，快乐的撒娇成长。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没有受影响，继续在江南游山玩水，吃喝玩乐。我们去了西湖泛舟，去了雷峰塔看唯美的日落和晚霞。苏清寒换上了江南女子特有的温婉旗袍，美艳不可方物，令人窒息。我则成了一个合格的摄影师兼提包小弟，跟在他们身后，毫无怨言。系统空间里塞满了一路上买的各种土特产，好吃的好玩的应有尽有。这种无忧无虑、没有江湖厮杀的凡人生活，让我感到无比惬意留恋。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半个月后，丞相连夜发来800里急报，北域边境出现了小股不明势力的流寇作乱，需要女帝回朝圣台。苏清寒虽然心中有万般不舍，但也知道国事为重，不能在江南久留。我们只能收拾行囊，有些遗憾地踏上了返回寒月皇城的路途。离开江南的那天，天气晴朗，微风不燥，阳光打在脸上，暖洋洋的。盲眼琴师没有跟我们一起回皇城，他选择继续留在江南小镇，说是要在凡间暗中寻找更多当年遗落的剑种后人，重组势力。我给了他一块皇室的免死金牌玉佩，嘱咐他有困难就去皇城找我。
我。回到皇城后，苏清寒立刻投入到了繁忙、焦头烂额的政务处理中，而我又恢复了那个每天躺在御花园晒太阳、悠哉悠哉的软饭皇父。为了奖励我在江南不仅保护了家人，还没暴露无敌修为的表现，系统极其懂事地发布了新的长期日常任务，奖励丰厚。丁，连续给老婆做100天的爱心早餐，风雨无阻，不得中断。奖励上古巨灵阵图谱1张，可大幅度改善皇城乃至整个北域的灵气。我乐不可支，这任务简直就是为我这个家庭主妇量身定做的福利。于是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还没照进皇宫，御膳房里便准时升起炊烟。我变着花样给苏清寒和灵儿做各种前世地球上的特色美食，什么水晶虾饺、皮蛋瘦肉粥、灌汤小笼包、油条豆浆，应有尽有。苏清寒原本苗条清瘦的身材，硬是被我喂得圆润丰满了一圈。他每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都会娇嗔地瞪我一眼，满是照镜子的时候，都会娇嗔地瞪我一眼，满是幽怨。都怪你做的饭太好吃了，本地的龙袍都要紧的穿不下了，成何体统？我笑嘻嘻的从背后搂住他的纤腰，凑到他耳边吹气，胖点好，摸着舒服。林灵儿则在一旁没心没肺的大口吃着肉包子，满嘴流油，含糊不清。爹爹，娘亲一点都不胖，是内务府的人偷工减料，龙袍做小了。我赶紧顺坡下驴，附和道：对，明天就让内务府重做一套宽松的，除了每天变着法子做饭，我傍晚还要在后院指导灵儿练剑。这小丫头天赋异禀，加上有我的亲自指点，剑道修为进步神速，短短1个月，她就已经能够熟练运用那套用木块施展的玄妙剑法。不仅如此，她还自创了一套适合小女孩轻盈灵动的幻影步伐，在御花园里穿梭如蝶，剑影重重，让那些负责巡逻的大内侍卫们看得目眩神迷，纷纷感叹太女殿下才是韩越皇朝未来的第一高手。这天，我正在御花园里指导灵儿如何将混沌剑气压缩控制到极致。苏清寒身披着厚重的大氅，神色有些疲惫和忧虑地走了过来。我赶紧迎上去，将一杯刚泡好的极品雪雾热茶递到他冰凉的手中。怎么了，老婆？看你愁眉苦脸的，是不是朝堂上又有哪个不长眼的惹你生气了？苏清寒叹了口气，轻轻抿了一口热茶。不是朝堂的事，是极寒之地。自从你上次一剑斩杀了修罗神，彻底封印了飞升之门后，极寒之地的万年冰雪就开始以一种异常诡异的速度迅速融化。边境的守将800里加急报告说，冰层下面似乎有什么古老的遗迹要现世。我心中一动，立刻警觉起来，难道是系统之前提示过的下界遗迹？那里面该不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或者上界的后手吧？我握住他冰凉的手，安慰道：别担心，不管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遗迹，只要他敢危害韩越皇朝的百姓，我就让他永远埋在地下，不见天日。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亲自去极寒之地走一趟，探探虚实吧。苏清寒眼中满是担忧，死反握住我的手，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要不我调集10万皇家禁卫军和剩下的2名护国老祖，随你一起去。我笑着揉了揉他的头发，带那么多人去干嘛？敲锣打鼓的打草惊蛇吗？我一个人去，速战速决，机动性强，刚好还能赶回来给你们做晚饭。林灵儿一听我要去极寒之地，立马拿着木剑跳了过来，满脸兴奋，爹爹，我也要去，我现在已经很厉害了，5皇境界，可以帮你打坏人。我假装板起脸，严肃的拒绝，不行，你在家乖乖陪你娘亲，保护她。极寒之地天寒地冻的，万一冻坏了你那张漂亮的小脸蛋，我可心疼。灵儿撅着小嘴，一脸的不情愿，但在我严厉的目光下，只能妥协。安抚好母女俩后，我身形一闪，化作一道无人察觉的流光，直奔北方。不到半个时辰，我便再次跨越万里，来到了极寒之地的上空俯瞰。果然如苏清寒所说，这里的万年冰雪已经融化了大半，露出地表，露出了下方一片苍茫死寂的黑色冻土和一条条深不见底的巨大沟壑。在一条最深的裂谷底部，隐隐有幽蓝色的神秘光芒在有规律的闪烁。我开启系统的深度扫描功能，仔细查探着下方的能量波动和生命动静。丁，发现上古天机阁残存的地下遗迹，内部检测到极其微弱的生命体征。我微微皱眉，有些诧异，天机阁不是在10万年前就早就覆灭了吗？怎么还有活人苟延残喘？难道是有什么老怪物使用了归西之术？我没有犹豫，收敛全身的气息，犹如一片轻飘飘的落叶般悄然飘落谷底。谷底深处是一座由巨大黑曜石砌成的古老宫殿，散发着岁月的沧桑。宫殿的2扇青铜大门敞开着，一股陈旧腐朽的霉味扑面而来。我握着随手捡来的一根尖锐冰冷，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大殿内部。大殿内部空荡荡的，四周墙壁上刻满了各种晦涩难懂的星象图，只有中央的祭台上摆放着一个巨大的水晶球，散发着幽蓝的光。水晶球里星辰流转，似乎在无休止地推演着这方天地的某种命运。就在我靠近水晶球时，大殿深处的阴影中传来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是谁闯入了天机阁的最后境地？不怕遭受天道反噬吗？一个佝偻着背，瘦骨嶙峋，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的老者走了出来。他双目失明，眼窝深陷，身上散发着浓郁的化不开的死亡死气。我一眼便认出了他，这正是当年那个降下预言的天机阁末代阁主。没想到他居然还没死，一直依靠大殿的阵法苟延残喘在这冰下遗迹中。你就是天机阁主？老头，你命真够硬的，这都没死，熬过了10万年。老者听到我那年轻且平静的声音，浑身一颤，仿佛见到了鬼一样。你是那个打破了预言，一剑秒杀叶无道，还封印飞升之门的异术？我耸了耸肩，纠正他的说辞，我不是异术，我只是个想安稳过日子的客栈伙计。老者苦笑着摇了摇头，枯瘦的脸上满是无奈。艺术也好，伙计也罢，天道法则已经彻底乱了。上界那些贪婪的神明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他们已经通过你女儿身上的修罗血珠残存气息，定位了这方下界，不日便会有真正的天界执法者降临，用雷霆手段清洗这里的一切。我冷笑一声，满脸不屑，清洗一切，就凭那群道貌岸然、自私自利的老狗，他们若是敢来，我不介意让这9天神佛统统烟消云散，化为肥料。老者叹息道：年轻人，你太狂妄了，你根本不懂上界底蕴的苦。
不过我这把老骨头也活到头，临死前就送你一件压箱底的东西吧。说着，他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块古朴无华、布满裂痕的青铜罗盘，这是天机盘，能遮掩一切的天机，短暂瞒过上界大能的神识感知。只要你将它安放在寒月皇城的地脉深处，便可保皇朝百年无忧。我接过天机盘，入手沉甸甸的，散发着一股神秘莫测的天道玄韵。你为什么帮我？你们天机阁不是一向自诩顺应天道，听从上界旨意吗？老者惨然一笑。笑声中充满了自嘲。什么狗屁天道，不过是先帝的玩物。我以双目失明和永世不得轮回为代价，窥探天机，却发现这只是个死局。只有你这个不按常理出牌、无法被推演的异术，才能打破这必死的局。希望你能护住这方天地的最后一点生机，不要让它沦为上界的养殖场。说完，老者大笑3声，笑声戛然而止，整个身躯化作了一阵飞灰，消散。我看着手中的天机盘和空荡荡的大殿，心中五味杂陈，有些感慨。回到皇城后，我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潜入地下，将天机盘埋入地脉。瞬间，整个寒月皇朝的疆土被一层无形的透明屏障彻底笼罩，保护起来。系统提示音适时响起，叮，天机遮掩成功，皇朝安全防御等级提升至顶级。我长舒了一口气，这下终于可以安心过几天不被上界监视的安生日子。当我推开御膳房的门时，苏清寒和灵儿正坐在桌前，焦急地等着我。老婆，我回来了，今晚想吃什么？满汉全席还是海鲜大餐？我给你们做。苏清寒看到我平安归来，毫发无损，眼眶瞬间红了，直接扑进我怀里。你这混蛋，去了这么久，连个消息都没有，我还以为你遇到危险出事了。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背，安抚道：路上耽搁了一会，这不是全虚全影的回来了吗？林灵儿也凑过来抱住我的大腿，仰着小脸，爹爹，我要吃糖醋排骨和红烧肉。好，糖醋排骨、红烧肉，统统安排上，保证管够，让你吃得肚皮滚圆。当晚，一家3口再次围坐在饭桌前，享受着久违的温馨家庭晚餐。看着苏清寒脸上洋溢的安心幸福，和灵儿没心没肺、大快朵颐的笑容，我更加坚定了要守护这个家的决心，绝不让任何人破坏这份宁静。无论上界有什么阴谋诡计，只要敢来，我必用绝顶剑术一剑斩之。接下来的日子里，寒月皇朝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繁华和国泰民安。苏清寒推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仁政，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而我这个原本被满朝文武瞧不起、吃软饭的皇父，也渐渐被百姓们所接受，甚至民间茶馆里还流传起了关于我一剑斩杀半步武神、拯救女帝的神话。虽然有说书人夸大的成分，但也让我成了无数年轻武者疯狂崇拜的偶像。这天，苏清寒在御书房批阅堆积如山的奏折，我照例在一旁红袖添香。说是红袖添香，其实就是帮他研墨，顺便端茶倒水，吃点女帝的豆腐。老婆，这都批了一上午了，歇会吧，别累坏了身子。江山没你身体重要。我一边心疼地说着，一边将手搭在他的香肩上，用内力轻轻揉捏着，缓解疲劳。苏清寒放下手中的朱笔，舒服地闭上眼睛，享受着我这天下第一剑客的按摩。你也知道心疼我，这江山本来有一半是你的，你倒好，天天躲在后宫享清福，让我一个弱女子天天对着这些枯燥的奏折受累，你良心过得去吗？他虽然嘴上抱怨着，但语气里却满是小女人的娇嗔和深深的依赖。我嘿嘿一笑，厚着脸皮说道：能者多劳吗？谁让我老婆是千古第一女帝呢？我这辈子最大的志向就是安安静静的做你背后的男人，吃一辈子软饭。苏清寒睁开眼睛，没好气的白了我一眼，风情万种，就你嘴贫，油腔滑调。不过说真的，下个月就是上元佳节了，京城会有极其盛大的灯会和烟火，我们一家3口好久没一起出去逛逛，不如那天微服出巡，去凑凑热闹如何？我一听，眼睛顿时亮了，这感情好，我正愁每天待在皇宫里没借口出去玩呢，就这么定了。我这就去库房给灵儿挑几身最好看的料理，做几套新衣服。上元佳节那晚，整个寒月皇城张灯结彩，火树银花，宛如白昼般明亮，大街小巷人头攒动，各种造型奇特的花灯争奇斗艳，热闹非凡，充满欢声笑语。我们一家3口再次换上了低调的便装，混入了拥挤如潮的人群中，感受气氛。苏清寒戴着一层薄薄的白色面纱，却依然难掩其绝代风华和高贵气质。林灵儿则手里拿着一盏精致的兔子花灯，在前面蹦蹦跳跳，像个快乐的精灵。爹爹，你看那个喷火的杂耍好厉害，会喷那么高的火焰。林灵儿指着街角的一个卖艺班子，兴奋的大叫，拉着我的衣角往那边拽。我笑着牵着苏清寒的手，用身体护着他，不被拥挤的人群挤到占便宜。喜欢看，我们就去最前面看。不过灵儿千万别乱跑，走丢了知道吗？我们挤到人群最前面，看着那卖艺的赤膊汉子口吐烈焰，引来阵阵大声喝彩。就在大家都拍手叫好，气氛达到高潮时，异变突生，令人猝不及防。那汉子喷出的火焰突然完全失控，化作一条水桶粗的火蛇，扑向密集的人群。人群瞬间炸开了锅，惊恐的尖叫声、呼救声、推搡声此起彼伏，乱作一团。眼看那炙热的火蛇就要烧到一个躲闪不及，跌倒在地的小女孩身上。我眉头微皱，这绝不是普通的失误，这火焰中竟然夹杂着一丝狂暴的火系真气，有人在暗中搞鬼，企图制造混乱。我没有犹豫，立刻屈指一弹，一道微不可察却凌厉至极的无形剑气，瞬间洞穿了那条狂暴的火蛇7寸。火蛇在半空中凭空溃散，化作点点无害的火星飘落而下，像是一场火雨。小女孩得救了，周围的百姓松了一口气，纷纷跪地感叹神明显灵保佑。我却敏锐地捕捉到了人群后方一个匆匆离去、行踪诡异的黑影。老婆，你在这里看好灵儿，我去就来，马上回来接你们。我低声对苏清寒嘱咐了一句，身形瞬间如鬼魅般融入了漆黑的夜色中。那黑影轻功极高，在民居的屋脊上如履平地，直奔城外荒凉的郊区而去。我没有动用任何修为，只是凭借绝顶剑客的纯粹轻身功法，紧紧跟在后面。我要看看究竟是谁胆大包天，敢在我的地盘上搞这种卑劣的小动作。追到城
城外的一处破败的山神庙前，那黑影终于停了下来，转身面对我。他扯下脸上蒙着的黑布，露出一张刀疤纵横、面目可憎的脸庞。不用躲了，我早就发现你像条尾巴一样跟在后面。寒月皇夫，刀疤男冷冷地看着我，眼中闪烁着残忍与不屑的杀意，仿佛在看一个死人。我缓缓从阴影中走出，手中多了一根刚才随手从树上折下的普通树枝。你是何人？为何要在灯会上制造混乱，伤及无辜百姓的性命？我把玩着手中的树枝，语气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仿佛在和老朋友聊天。刀疤男狂笑一声，有人出10万两黄金的天价买你们一家3口的人头，我不过是先放把火探探你的底细，看看你是否真如传说中那么神乎其神。看来传言果然是夸大其词，你身上根本没有半点真气波动，就是个废物。我叹了口气，又是为了钱，连命都不要来送死的蠢货，真是可悲。既然你这么想探我的底，那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你惹不起的人吧。刀疤男冷哼一声，拔出腰间的9环大刀，气势汹汹地朝我扑了上来。这小子居然有着5皇巅峰的修为，难怪敢接这个刺杀皇室的棘手任务。但对我这个绝顶剑客来说，5皇和刚学会走路的3岁小孩没有任何区别。我站在原地动都没动，只是用手中的树枝朝着他砍来的大刀轻轻一点，树枝犹如最顶级的神兵利器般，精准地击中了他大刀受力最薄弱的节点。只听当的一声脆响，那把百炼金刚打造的大刀竟然在半空中断成了2截。刀疤男大惊失色，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根看似脆弱的树枝已经停在了他的咽喉处。只要我稍微用力，那根树枝就能像刺穿豆腐一样刺穿他的喉咙，要了他的命。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没有真气，怎么可能轻易折断我的宝刀？刀疤男浑身冷汗直冒，双腿一软，不受控制地跪在了地上，疯狂求饶。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神冰冷如刀，仿佛在看一具没有温度的尸体。谁派你来的？说出来，我或许可以考虑留你一条全尸，给你个痛快。刀疤男咬了咬牙，是江南的张家余孽，他们不甘心上次在江南受辱。江南张家余孽，我冷笑一声，看来上次只是废了他们家丁，给的教训太轻了。既然如此，那他们也没有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必要。斩草要除根，我手中的树枝轻轻一划，一道无形剑气瞬间封死了刀疤男的全身大穴，他软绵绵的倒了下去。虽然没死，但下半辈子只能是个连话都说不出的废人。这种为了钱滥杀无辜的杂碎，脏了我的手，我不屑杀他，让他生不如死更好。回到灯会现场，苏清寒和灵儿正焦急地站在原地，四处张望寻找我的身影。看到我平安回来，苏清寒快步迎了上来，上下打量着我，生怕我少了一块肉。没事吧？到底是什么人敢在天子脚下闹事？我笑着摇了摇头，牵起他的手，没事，几个不长眼求财的小毛贼已经被我打发了。今晚是难得的上元佳节，不要让这些扫兴的烂事破坏了我们的好心情。我们继续在灯会上游玩，猜灯谜，吃小吃，直到深夜才尽兴而归，满载而归。回到皇宫后，等苏清寒和灵儿都累得睡下，我悄悄召来了大内统领，传我的口谕，派最精锐的暗影卫连夜去江南走一趟，把张家余孽给我连根拔起。我不希望明天早上太阳升起时，看到江南还有张家这个名字存在于世。大内统领单膝跪地领命而去，化作一道黑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执行任务。第二天清晨，江南张家彻底覆灭的消息便犹如插上翅膀，传遍了整个皇城。所有人都知道，这是皇室雷霆一路的铁血手段，震慑了所有的宵小之徒。那些原本还有些小心思，准备暗中搞破坏的世家大族，纷纷偃旗息鼓，装死。再也没有人敢对韩越皇朝的威严和这位看似吃软饭的皇后有半点不敬。我的软饭王称号也彻底变成了谁惹谁死，绝对不能招惹的禁忌代名词。皇城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我依旧每天在御膳房里快乐的忙碌着。林灵儿的修为也在稳步提升，经过我的指点，已经成功突破到了5宗境界。她对万界星辰诀的理解越来越深，甚至开始尝试融合她前世的霸道剑法。我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这丫头果然是个万中无一的剑道天才，一点就透。不过我也时刻提醒她，不要过于依赖前世的记忆，要走出属于自己的全新道路。这天傍晚，我正在后院指导灵儿练习一套由我改良过的小型防御剑阵。突然，原本晴朗的天空中传来一阵奇异的空间波动，一缕星光穿透了云层。那星光并不耀眼，却带着一股极其古老、苍凉且不属于这方天地的气息，直接落在了皇宫的后院，化作了一个古旧斑驳、长满青苔的神秘剑匣。剑匣上雕刻着繁复的星辰符文，散发着淡淡却让人心悸的无上威压。我和灵儿对视一眼，立刻停止了练剑，跑过去查看那个突如其来的剑匣。灵儿好奇的刚想伸手去摸，剑匣上突然闪过一道狂暴的雷光，将它弹开。好霸道的反噬静止，这究竟是什么东西？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我皱着眉头，仔细端详着剑匣，心中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和警惕。系统那机械的提示音在此时适时的在我的脑海中响了起来，解开了疑惑。丁，检测到上界星辰剑匣坠落凡尘，触发新的长线隐藏主线任务，探寻剑匣秘密，解开星辰剑帝当年在混沌遗迹陨落的最终真相与阴谋。任务奖励：神级剑魂1枚，可大幅度提升宿主或女儿的剑道感悟与资质。我深吸一口气，看来上界那些高高在上的家伙还是不肯死心啊！这剑匣显然是他们用来试探我们实力，或者传递某种威胁信息的媒介。我拍了拍灵儿的肩膀，别怕，有爹爹在，这破剑匣还伤不了你一根手指。我伸出宽厚的手掌，缓缓贴在剑匣的表面，一股柔和却极其坚韧的剑气涌出。那原本狂暴
那原本狂暴无比、想要反抗的雷光，在我的剑气安抚和镇压下，渐渐平息下来。咔嗒一声轻响，剑匣那古老的锁扣自动弹开，露出了里面隐藏的东西。那是一柄断成2截、失去了所有光泽的黑色长剑，剑身上布满了凄惨的裂痕。灵儿看到那柄断剑，眼眶瞬间红了，眼泪犹如断了线的珍珠般夺眶而出。这是碎星剑，是我前世成名的佩剑，它怎么会变成这样，被毁得如此彻底？他颤抖着伸出小手，想要去抚摸那柄陪伴了他无数个日夜的断剑。就在这时，断剑上突然爆发出极其强烈的怨气和不甘的剑鸣声，一道模糊的虚影从剑身中飘了出来，在半空中化作一个没有五官的无面人。无面人发出刺耳沙哑的冷笑声：“碎星剑帝，你果然在下界转世，还没死透。交出混沌遗迹的核心传承，我们4仙帝可以考虑留你一具全尸，污蔑你神魂。否则，就算你躲到天涯海角，下界天涯，我们仙帝的怒火也一定会找到你。这无天涯，我们仙帝的怒火也一定会找到你。”这无面人显然是那4位仙帝联手留在断剑上的一道跨界传音傀儡。灵儿气得浑身发抖，小拳头死死握紧，眼中满是仇恨的怒火和杀意。我一把将快要暴走的灵儿拉到身后，冷冷地看着那个嚣张的无面人，回去告诉那4个自以为是的老不死，老子不管他们是什么狗屁仙帝，敢动我女儿一根汗毛，我就算打破这天堂，也要打上天界，把他们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无面人转过那张没有五官的脸，看向我，似乎对我的狂妄感到十分惊讶。你又是谁？区区一个下界没有真气的凡人蝼蚁，也敢对仙帝大言不惭？我懒得跟他这种傀儡废话，并指成剑，一道凌厉到极致的无形剑气直逼而去。这道剑气没有任何真气波动，却蕴含着我作为绝顶剑客不可逆转的无上意志。无面人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防御反应，便被剑气直接搅成了粉碎，消散，只留下一句凄厉且充满威胁的惨叫：“我会记住你的，你们一家都得死！”我冷哼一声，拍了拍手，随时恭候你们本尊下界来送死，就怕你们不敢来。危机解除后，灵儿扑进我怀里，哭得撕心裂肺：“爹爹，他们好可恶，欺人太甚！他们不仅前世杀了我，还毁了我的本命剑，现在连我转世在下界都不放过。”我心疼地拍着他的背，柔声安慰道：“乖，不哭了，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断了就断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爹爹以后给你亲手打一把更好的神兵，只要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在一起，就没有什么跨不过去的坎，打不倒的敌人。”苏清寒在御书房听到后院的动静，也急匆匆地赶了过来，满脸焦急，看到灵儿哭成这样，心疼极了。他一把将灵儿抱过去，怒视着我质问：“你又怎么欺负她了？不是让你好好教她练剑吗？怎么练哭了？”我苦笑着指了指地上的星辰剑匣和断剑：“是上界的那些家伙搞的鬼，不是我。”我把刚才事情的经过简单说了一遍。苏清寒的脸色也变得无比凝重起来，看来我们寒月皇朝是彻底被上界给盯上，以后恐怕再无宁日了。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你无敌的老公在，天塌下来也能给你顶回去。我揽住苏清寒削瘦的肩膀，给了他一个充满安全感和自信的微笑。当晚，我将那柄断剑收进了系统空间，准备以后找机会用极品材料修复它。至于那个古老坚固的星辰剑匣，我倒觉得是个不错的储物工具，直接改造了一下，给灵儿当了装灵石和木剑的背包。这丫头背着剑匣，倒还真有几分小剑仙的派头。自从灵儿背上那星辰剑匣，皇宫里就多了一个小霸王，每天背着满满的灵石糕点，逢人便吹嘘这是绝世神器。看着女儿那副傲娇的小模样，我无奈地摇了摇头轻笑，只要这小丫头每天开心快乐，哪怕把神器当饭盒也无妨。苏清寒则是在一旁翻白眼，堂堂女帝竟也学会了吐槽：“你这当爹的太惯着她了，以后若是嫁不出去可咋办？”我一把将娇妻搂进怀里，闻着她发间的淡淡清香。我的女儿就算一辈子不嫁，我也能让她横着走遍天下。没过几天，清寒便颁布圣旨，要将灵儿送去皇家书院，说是不能只学打打杀杀，还得懂得治国理政的诗书。灵儿听闻此言如遭雷击，抱着我的大腿哭得稀里哗啦：“爹爹，我不要去念书写字，我要留在御膳房吃红烧肉。”我心疼地揉了揉她的小脑袋：“这次连我也帮不了你了，你娘亲的话就是这皇宫的铁律，爹爹也只能乖乖听话。不过为了保护宝贝女儿，我决定乔装打扮一番，跟着她一起去书院报道，名义上就做个专属的火头军。”堂堂寒月皇朝的皇夫，竟然跑去书院后厨颠勺，百官若是知晓，定会惊掉下巴。但清寒却只是抿嘴一笑：“你去看着她也好，免得这丫头在书院里惹事。上界那些家伙虽然安静了，但谁知会不会有暗箭伤人。”就这样，我穿着朴素的粗布麻衣，拎着一把切菜的破铁刀，大摇大摆地进了皇家书院，成了最不起眼的烧火大叔。灵儿第一天上课就闹了笑话，夫子让他背诵治国论，他却张口就来了一段剑诀，惊得老夫子胡子直哆嗦。不仅如此，他还打开剑匣，当着满堂皇亲国戚的面，掏出一大块香喷喷的烤鸭，吧唧吧唧地啃了起来。同窗们都用看怪物的眼神看他，几个藩王的世子甚至出言嘲讽：“太女殿下真是好粗鄙的做派，简直有辱皇家书院的斯文。”灵儿却根本不搭理他们，只是翻了个大大的白眼：“你们懂什么？这叫吃饱了撑的。本太女懒得跟你们一般见识。”到了午膳时分，书院后厨，我熟练的生火热锅倒油，给女儿做了一份秘制糖醋鱼，香飘十里，馋哭了整个书院。那几个嘲笑灵儿的世子，闻着香味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凑到打饭的窗口踮起脚尖：“大叔给本世子也来一份。”我拿着长勺敲了敲铁锅，慢条斯理地瞥了他们一眼：“不好意思，这是太女专属小灶，你们只配吃清汤寡水的白菜。”世子们气得涨红了脸，却又慑于皇家的威严不敢发作，只能眼巴巴看着灵儿大块腿，心里极度的快要发疯了。这种平静祥和的书院日常，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每天看着这群小屁孩斗嘴，仿佛岁月都变得温柔起来。然而平静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就在灵儿入学的第3个月，书院举行了年终的武道大考，要求所有学子登台切磋，这也是各大世家暗中较劲的机会。那些世子们摩拳擦掌，想要在擂台上一雪前耻，给这个嚣张的太女一个教训。主考官是书院的武道教头，一名武王境界的铁面老者。他宣读完大考的规则
则后，擂台战便在一片喝彩中开始了。灵儿的对手正是最嚣张的李世子，他手持一柄寒光闪闪的宝剑，身上爆发出武士巅峰的气息，在同龄人中确实算得上天才。太女殿下刀剑无眼，若是怕了现在认输还来得及。李世子得意洋洋地挥了挥剑，引来台下一阵起哄的声音。灵儿却连背上的剑匣都没解下，只是从口袋里摸出2根筷子，这是我早上吃面剩下的，对付你用这个就足够了。此言一出，全场哗然。李世子更是气得七窍生烟，狂吼一声便化作一道残影，挥舞着宝剑朝灵儿猛刺过来。坐在树杈上嗑瓜子的我，看着女儿那漫不经心的动作，嘴角勾起一抹欣慰的弧度。这丫头深得我见到的精髓了。只见灵儿不退反进，手中2根普通的竹筷轻轻一夹，竟准确无误地夹住了宝剑的锋芒。无论李世子如何用力，都动弹不得，破绽百出，简直不堪一击。灵儿奶声奶气地哼了一声，手腕微转，筷子轻轻一挑，李世子的宝剑便脱手飞出。紧接着他拿着筷子一顿敲，精准地点在李世子的穴位上，打得他像个皮球一样滚下擂台。全场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武道教头震惊的胡子都揪断了，这根本不是真气的力量，而是某种高深莫测的武道技巧。太女殿下竟是绝世奇才。灵儿得意地将筷子插回口袋，朝着树杈上的我比了个手势，我笑着对他竖起了大拇指。不愧是我天下第一剑客的女儿。大考结束后，清寒亲自来接我们，一家3口坐在回宫的马车上。灵儿叽叽喳喳地说着擂台，的事，清寒却只是靠在我肩头不说话。我察觉到他呼吸有些沉重，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发现竟然烫得像火炉一般，心跳也变得极其微弱紊乱。老婆，你怎么了？别笑我。我一把将他紧紧抱在怀里，暗中催动纯阳精气探入他体内，眉头瞬间拧成了一个死结。原来他这些天日夜操劳国事，导致当年万魂大阵的死气复发。不仅如此，那死气中竟还夹杂着一丝极其阴毒的上界法则诅咒。该死的天界老狗，竟敢在暗中布下这种连环杀招！我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意，连马车内的温度都降到了冰点。清寒虚弱地睁开眼睛，绝美的脸庞上没有一丝血色。傻瓜，别生气，我只是太累了，休息几天就会好起来的。我别说话，好好睡一觉，等你醒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回到皇宫，我将清寒安置在龙床上，用9死连心玉稳住他的心脉。灵儿守在床边哭成了泪人，爹爹娘亲会不会死掉啊？我擦干女儿脸上的泪水，爹爹保证娘亲绝对不追，爹爹保证娘亲绝对不会有事，你乖乖在这里守着他，我去就回给你娘亲找药。系统这时候跳了出来提示，检测到上界先帝的噬魂诅咒，唯有东海深处的万年鲛人类方可彻底化解此等恶毒法则。东海深处那是传说中的禁地，里面盘踞着无数恐怖的上古海妖，即便是半步武神去了也是9死1生，但在我眼里不过是去趟海鲜市场。我一步踏出虚空皇城，瞬间远去，没有惊动任何人，只带了一把平时剔骨用的菜刀，迎着狂风直奔万里之外的东海。东海之上乌云密布，雷霆闪烁，狂暴的海浪犹如黑色的山脉，仿佛要将一切吞噬殆尽。海水中透着令人窒息的妖气，我根本没有理会这些虚张声势，直接化作一道流光扎入深海。周围的海妖嗅到生人的气息，犹如闻到血腥味的鲨鱼蜂拥而至，一头体型如山岳般的9头蛇妖张开血盆大口朝我撕咬过来，那恐怖的威压足以撕碎5地。我却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刚好灵儿最近吵着要吃蛇肉羹，就拿你这长得丑的家伙凑合。我手中那把生锈的剔骨菜刀在幽暗的海底划出一道微光，没有华丽的剑气，没有浩瀚的真气，只有纯粹到极致的解牛刀法。那9头蛇妖甚至没反应过来，就被我瞬间肢解成了均匀的肉块。我顺手将几品蛇肉丢进系统空间，继续向海底最深处的海沟前去。沿途所有的海妖霸主在我面前都成了待宰的食材。终于在海底深处的一座珊瑚宫，我找到了那头守护万年鲛人类的半神级别的太古玄冰巨龟。它睁开犹如红灯笼般的双眼，卑微的人类竟敢擅闯禁地。玄冰巨龟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背上的龟壳亮起神秘的震纹，试图用绝对的防御将我镇压。我懒得跟着老王八废话，身形一闪便落在了它的龟壳上，剔骨刀找准震纹最薄弱的节点，轻轻一戳，一窍行云流水。号称下界最强防御的玄冰龟壳竟然像饼干一样4分5裂。巨龟惊恐万分，发出了凄厉的求饶。上仙饶命，鲛人类全给你！我拿到了那颗散发着柔光的鲛人类，拍了拍巨龟光秃秃的脑袋，算你识相，留你一条小命，以后老实点，别出来吓人。带着鲛人类和满满一空间的极品海鲜，我再次跨越虚空回到了皇宫。此时距离我离开不过半个时辰，清寒依然在昏迷中未曾醒来。我立刻钻进御膳房生火熬汤，将万年鲛人类化作精纯的药力，配合着我从海底带回的灵药，熬制成了一碗散发着奇香的热汤。我端着汤回到清寒的床边，小心翼翼地将他扶起来靠在怀里，用勺子一勺一勺地喂进他嘴里，药力瞬间游走他的4肢百骸。随着最后一勺汤喂下，清寒脸上的死气终于彻底消散，他长长的呼出一口浊气，缓缓睁开了那双绝美的冰蓝眼眸。看到我满脸胡茬，双眼熬得通红，清寒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他一把紧紧抱住我的脖子，声音哽咽得像个无助的小女孩：你这混蛋是不是又去冒险了？我闻到了你身上深海的咸腥味，若是为了救我害了你的性命，我绝不独活在这世上。我轻抚着她柔顺的长发，嘴角勾起一抹温暖宠溺的笑容。傻老婆，我可是天下无敌的，去趟海里捞点海鲜算什么冒险？一旁的灵儿也扑了上来，一家3口紧紧相拥在一起。这一刻，所有的阴谋和危险都抵不过这份来之不易的温情。清寒大病初愈，食欲大增，我特意做了一桌子海鲜大餐，一家人吃得其乐融融，仿佛那些上界的威胁都不存在了。然而好景不长，就在我们享受着短暂的安宁时，皇城外突然传来一阵悠扬的二胡声，琴声中透着无尽的悲凉与凄厉。这是江南那个盲眼琴师的琴声。
灵儿的脸色瞬间变了。剑童爷爷出事了！我放下筷子，身形一闪，来到宫门外。只见盲眼琴师浑身是血，跌跌撞撞地倒在皇宫的汉白玉台阶上。他的那把二胡已经断成了2截，胸口赫然插着一把断裂的残剑。老人家发生什么事了？我连忙上前封住他的几处大穴，将一丝真气注入他体内护住几处大穴，将一丝真气注入他体内护住心脉。琴师死死抓住我的衣袖，公子快带圣女逃！当年背叛剑种的那个内鬼，他没有死，他投靠了4仙帝，现在已经下凡来抓圣女了。话音未落，天空中雷声大作，一道极其嚣张狂妄的笑声响彻云霄。剑童老狗，你倒是跑得挺快，可惜今天你们谁也活不了。云层撕裂，一名身穿黑白道袍的青年脚踏虚空，缓缓降落在皇城上空。他身上散发着半步尾仙的恐怖威压，冷冷地俯视着下方的一切。灵儿冲出宫门，看到那青年的瞬间，眼眶瞬间变得血红，咬牙切齿地吐出了2个字：剑无痕。竟然是你这个叛徒！剑无痕乃是当年剑种的大师兄，也是灵儿前世最信任的人之一。没想到当年暗算碎星剑帝的计划，竟是他一手策划，出卖了宗门。哈哈哈，我的好师妹，前世你高高在上，不将我放在眼里，如今你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看我今天如何将你抽筋拔骨！剑无痕狂妄地大笑着，随手一挥，便是一道摧枯拉朽的剑气，径直朝着灵儿和盲眼琴师斩来。这剑气中蕴含着上界法则之力，灵儿毫不畏惧，拔出木剑，混沌剑体爆发出璀璨的光芒，以5宗境界硬抗半步尾仙。虽然勇气可嘉，但实力终究悬殊。就在那道剑气即将吞噬灵儿之时，我轻描淡写地往前踏出一步，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把炒菜用的铁锅铲，随手一拍，便将那道仙气拍碎。堂堂上界神仙欺负个小女孩，真是不害臊的东西！我用锅铲指着半空中的剑无痕，语气平静的像是在教训一个弟弟。剑无痕瞳孔一缩，死死盯着我：你就是那个破坏了先帝计划的皇夫，果然有几分古怪，毫无真气却能破法。但今天本仙要让你灰飞烟灭。剑无痕手中幻化出一把通体漆黑的长剑，那是用无数剑修怨魂炼制的魔兵。他身形化作万千残影，从4面8方朝我发动了绝杀，漫天剑影犹如罗网，将我死死困住，每一道剑气都能轻易切碎虚空。皇城内的百姓惊恐地闭上眼睛，以为这场劫难在所难免，我却只是站在原地，连动都懒得动。绝顶剑客的眼中，这些全是破绽。我手中的锅铲看似缓慢的挥舞，每一次都在空中划出玄妙的轨迹。当当当的清脆撞击声不绝于耳，那漫天恐怖的魔气剑影，竟然全被我用一把破锅铲精准挡下，甚至连我的一片衣角都没碰到。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剑无痕惊骇欲绝，大声咆哮：我乃半步尾仙，怎么会破不了一个凡人？我不信，我这就献祭魔魂杀你！我摇了摇头，眼中闪过一丝怜悯，心术不正，剑道尽毁，你连拿剑的资格都没有了。灵儿看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剑。我将手中的锅铲随手扔在地上，2根手指并拢化作剑指，没有动用一丝一毫的系统真气，全凭我对天地万物剑道的理解，一指划出天地失色。那是一道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纯粹剑光，没有杀气，却带着斩断一切的执念，轻飘飘地穿透了剑无痕的防御。剑无痕的动作瞬间僵硬在半空，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完好无损的胸口，却惊恐地发现自己的神魂正在被这股极致的剑意寸寸瓦解。你到底是谁？怎么会有这种境界？他发出最后一声绝望的惨叫，整个身躯连同那把罪恶的魔剑化作漫天飞灰，彻底消散在世间。皇城内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百姓们对我这位皇夫敬若神明。灵儿更是激动地扑进我怀里，爹爹太帅了，那是什么剑法？我笑着捏了捏他的鼻子，这叫凡人剑法，专门打神仙的。等你把饭吃饱长高了，爹爹就教你。不过现在还没到高兴的时候。我抬起头看向9天之上，剑无痕的死触动了上界法则，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变成了血红色，4道恐怖绝伦的气息正在降临，那是真正的先帝威压。4位先帝终于按捺不住怒火，竟然不惜献祭上界无数生灵的寿元，强行打破位面壁垒，投下化身。苏清寒一袭地袍来到我身边，手中紧握着寒冰长剑，绝美的脸庞上满是视死如归的决绝。要死我们一家人就死在一起。我一把将他拉到身后，老婆说什么傻话呢？有我在，谁也动不了咱们一根头发。今天我就带你们看一场屠神盛宴。苍穹裂开4个高达万丈的金色虚影，犹如4座无法逾越的神山，冷冷地俯视着渺小的寒月皇城。下界蝼蚁屡次逆天，今日必灭你族。震耳欲聋的神音让天地崩塌，大半个北域都在这股威压下颤抖，无数山川崩裂，江河倒流。这方脆弱的下界根本承受不住。如果我继续压抑修为，只用技巧，这方世界就会在威压下毁灭。看来今天是不能再装低调了，必须动用真格的。我深吸一口气，解开了第1层封印，一股丝毫不弱于4仙帝的剑气从我体内冲天而起，直冲云霄，硬生生顶住了那毁天灭地的威压。4位先帝虚影同时发出一声惊疑，显然没料到下界竟有如此强者，难怪能屡次破坏我们的棋局，原来是个隐藏修为的异端。但就算你再强，也不过是一人，我们4弟联手，这天下无人能敌。乖乖交出碎星剑帝的转世之身，我们或许可以考虑金剑帝的转世之身，我们或许可以考虑留下这方世界。我嗤笑一声，声如洪钟响彻天地。4个不要脸的老东西，抢了我女儿的前世传承，还敢来逼逼！今天小爷就教你们怎么做人。我一伸手，虚空中裂开一道缝隙，之前被上界毁掉的那把断剑，以及从系统空间里拿出的星辰陨铁，全都悬浮在了我的面前。当着4位先帝的面，我竟然开始练气，指尖喷涌出混沌之火，将断剑融化，加入了无数种举世罕见的神料。我要为女儿重铸一把无上帝兵。先帝们勃然大怒，感觉受到了侮辱，找死竟敢无视我们的存在。4道毁天灭地的仙道法则化作巨龙，咆哮着朝我所在的位置轰炸而下。我连看都没看一眼，脚下一道无形的剑道领域张开，将整个皇城护在其中，万法不侵。那4条巨龙撞在领域上，瞬间溃散。怎么可能？这究竟是什么领域？4位先帝终于露出了惊恐的神色，在他们漫长的岁月中，从未见过如此不讲道理的防御，那是绝顶剑客的绝对剑意。在这个领域
领域里我就是唯一的真神，哪怕是天道来了也得给我盘看。我继续专注地锤炼着手中的星剑，不到半炷香的时间，一声清脆的剑鸣，犹如龙吟般响彻9天10地。一柄通体湛蓝、散发着星辰光辉的神剑，静静地悬浮在我的掌心之中。灵儿接剑，我反手将星柱的碎星神剑抛给女儿，这把剑以后就是你的护岛之兵，看爹爹今天怎么用树枝打败他们。我没有用这把刚出炉的神兵，而是随手从御花园里折了一根柳枝。对我来说，万物皆可为剑，用树枝抽这4个老狗最是解气。我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9天之上，直面那4个高达万丈的仙帝虚影。柳枝在虚空中轻轻一挥，一道横跨10万里的剑气横空出世。这一剑没有花里胡哨的光影，只有纯粹到极致的毁灭与重生。天地法则在这一剑下自动避让，生怕被这股恐怖的剑意波及。4位仙帝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不惜燃烧化身的所有本源力量，凝聚成一面遮天蔽日的仙帝盾，试图挡下这毁天灭地的一剑。咔嚓一声轻响，犹如裂帛。那面号称绝对防御的仙帝盾，在我的柳枝剑气面前就像纸糊的，瞬间被切成了整齐的2半。剑气去势不减，直接斩过了4个虚影。4位仙帝甚至连惨叫都没发出，那万丈高的金色法身便开始崩溃，化作漫天金色的光雨洒落人间。不，我们本尊不会放过你的！仙帝残存的神念在虚空中疯狂咆哮。我冷笑一声，直接用剑意锁定坐标，顺着位面裂缝反手又是一剑劈去。这一剑直接顺着天道裂缝劈在了上界4位仙帝的本尊身上。虽然杀不死他们，但也足够8层皮了，让他们100万年内不敢再踏出宫殿半步。做完这一切，我将柳枝随手扔掉，看着满天洒落的金色仙帝本源，这可是大补之物，不能浪费了。我双手结印，将光雨全部融入下界，得到了仙帝本源的滋养。这方原本残缺的下界天道法则，竟然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修复，无数枯竭的灵脉重新焕发生机，百花齐放，万兽奔腾。天地间的灵气浓郁了10倍不止，整个北域乃至整个大陆的武者都在这一刻感受到了境界的松动。寒月皇朝的百姓更是沐浴在神光中，所有的病痛不治而愈，无数人当场突破磕头谢恩。皇夫威武女帝万岁的呼声震动山河。我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落回皇宫，犹如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老婆怎么样？我刚才帅不帅？我嬉皮笑脸的凑到清寒面前，清寒眼眶泛红，直接扑进我怀里，丝毫不顾及满朝文武的目光。灵儿抱着那把崭新的碎星神剑，在一旁疯狂地吹着口哨起哄，爹爹娘亲羞不害臊，惹得一家3口和百官哄堂大笑。经过这一场惊天动地的屠神之战，寒月皇朝彻底成了这方天地的圣地，再也没有任何隐士古族敢来造次，所有的势力都选择了臣服和朝贡。系统提示音在我脑海里疯狂响起，恭喜宿主完成终极隐藏主线任务，成功修复下界天道壁垒，斩断上界威胁，奖励已经发放。这方世界彻底与上界断绝了联系，飞升之路虽然重新开启，但再也没有仙帝敢下来找麻烦。我们一家终于可以过上安稳日子。我拒绝了系统给的飞升选项，开什么玩笑，天上哪有凡间好玩？上面全是一群苦修的无趣老神仙，我还要留在御膳房给老婆孩子做饭，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祥和。只是我的身份再也无法低调，走到哪里都有无数迷妹尖叫，弄得我连出门买个菜都得易容。清寒倒是乐见其成，他大刀阔斧地进行皇朝改革，有了我这个无敌皇夫在背后撑腰，推行新政再也没有遇到任何阻力。灵儿的修为更是一日千里，靠着前世的底蕴和我炼制的神剑，仅仅5年就达到了半步武神的境界，成了整个大陆最年轻的无敌剑仙。这天清晨，阳光明媚，微风不燥，我搬了张摇椅躺在御花园里，手里拿着一把破蒲扇扇着风，听着树上的鸟鸣，惬意到了极点。清寒端着一盘洗好的葡萄走过来，剥了一颗塞进我的嘴里，甜不甜？甜不甜？这可是西域刚进贡的。他温柔的眼波里满是化不开的爱意，甜当然甜不过没我老婆甜。我顺势将她拉入怀中，坐在腿上，惹得这位霸道女帝娇羞不已，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女般红了脸。就在我们浓情蜜意的时候，一道剑光从天而降，落在院子里，已经长成亭亭玉立少女的灵儿背着星辰剑匣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爹爹娘亲，我刚才去东海斩了条阿蛟，晚上咱们加餐做水煮肉片吧。看着女儿那一脸吃货的模样，我无奈的扶额这丫头随我。好，爹爹这就去御膳房给你做，不仅有水煮肉片，还有你爱的烤鸭。我站起身，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拎着破蒲扇晃晃悠悠地往厨房走去。看着我那有些慵懒随意的背影，清寒和灵儿相视一笑。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胸无大志的男人，竟然是这世间最恐怖的绝顶剑客？时光荏苒，转眼又过去了10年。这10年里，北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寒月皇朝的版图扩张到了极致，成为了这方世界唯一的大一统帝国。我这个吃软饭的皇夫也彻底躺平了，每天除了研制新菜谱就是晒太阳，偶尔指点一下书院里那些天才学子，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神仙不换。灵儿已经彻底接管了皇朝的军权，带着大军在边疆巡视除暴安良，被民间尊称为岁星女武神。追求她的青年才俊能从皇城排到江南，可惜这丫头眼高于顶，谁也看不上，整天嚷嚷着除非有人能接她爹爹一剑，否则休想让她多看一眼。这条件全天下估计也就只有我能办到。清寒也渐渐卸下了沉重的朝政，将皇位禅让给了一个有能力的宗室子弟。我们一家3口搬出了那座庄严的皇宫，在京城最繁华的地段开了一家客栈，客栈的名字就叫无敌阳春面馆。我重新穿上了跑腿伙计的围裙，清寒成了面馆里最美艳的老板娘，灵儿则是负责收账的泼辣掌柜。这里的阳春面1两银子一碗，贵得离谱，但每天来排队的人还是络绎不绝，不仅因为面好吃，更因为老板一家是这天下活着的传奇神话。这天傍
是这天下活着的传奇神话。这天傍晚，夕阳把石板路染成了金黄色，店里的客人已经走光了。我端着3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放在了靠窗的一张木桌上。老婆女儿快来吃面了。我解下围裙，擦了擦手上的油渍，笑着对正在算账的母女俩喊道：“这是我特意用龙骨熬的高汤。”清寒放下算盘，优雅地走过来，岁月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任何痕迹，反而让他多了一份成熟的风韵，一颦一笑都让我心动不已。灵儿则是欢呼一声扑到桌前，拿起筷子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爹爹的手艺还是天下第一，吃一辈子我都不会觉得腻。我坐在他们对面，看着他们幸福的吃相，心中涌起一股无法言喻的满足。前世的我追求无敌，却孤独一生，这一世我终于找到了剑道的真谛。什么长生不死，什么称霸天下，都不如眼前这碗热腾腾的阳春面，不如老婆的一句娇嗔女儿的撒娇，守护他们就是我最强的建议。哪怕有朝一日天地再次大劫，上界的先帝敢再次下凡作乱，我也只需拿起手中的菜刀，一刀便能让他们重新灰飞烟灭。因为我是天下第一的绝顶剑客，也是这世上最幸福的客栈伙计。我切菜不用剑气，烧火只用蒲扇，但我若拔剑，天下必将无人能挡。夜幕降临，京城华灯初上，繁星点点。我们一家3口坐在面馆的屋顶上，清寒靠在我的肩膀上，看着星空。灵儿在旁边无忧无虑地哼着歌谣，此生有你们作伴，夫复何求。我握住清寒的手，十指紧扣，感受着他手心传来的温暖温度。只愿岁月静好，时光能永远停在这一刻。一阵微风吹过，卷起几片落叶，带走了这个世界所有的杀戮与纷争，留下的只有凡间最平凡的烟火气和这段流传千古的剑客佳话。全书在这一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没有战力崩坏，没有悲惨结局，只有一个强大而温柔的父亲与丈夫，用他的剑为家人撑起了一片天。天下第一剑客的传说仍将继续，但那已经不再是江湖上的腥风血雨，而是这间小小面馆里日复一日的那平淡却甜入心扉的阳春面香。